我是沈炼，历经了99世的磨练，在最后一次大跃版，果断向算计对策系统发起争夺大道之挑战，最终双方落得归于正下场。再度苏醒后，自己重生到一个圣母舔狗身上。记忆中，他将7位雨过天仙的事迹以及自己的宗门培养成不可逾越的高山，但却因为所谓的气运之子叶凡的介入，成为了他们厌恶欺压的对象。面对全宗上下反复叶凡对自己反复诬陷，还要夺自己性命的事，我表示直接原地发崩开杀。沈师兄，你怎么躺在这里啊？怎么不说话？这么看着我是很不服，对吗？沈炼啊，你猜一猜，这次我又要怎么整你呢？待会儿天宇宗的弟子们看到你欺负我的画面时，你猜他们是不是又会去跟长老告状？叶师弟，你在哪里啊？啊，沈师兄，我知道你一向不待见我，但我们好歹是同门啊，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叶师弟，你中毒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沈炼，是不是你干的？为什么你总要跟叶师弟过不去？沈炼，这件事我一定会去禀报执法长老，你就等着受罚吧。又是气运之子，自己轮回了99方世界，死在自己手里的气运之子到底有多少，早已记不清了。就这种不入流的手段，也想拿捏自己，这傻逼怕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各位师兄，不要怪沈师兄，其实都是我的错。若不是我，师姐他们也不会如此对待沈师兄。是我抢走了师姐对沈师兄的关怀，所以我不会怪他的。大家不要为难他了。听到了吧，沈炼，你这样加害叶师弟，他都没有想过怪罪你，可你却如此歹毒，一而再再而三的加害叶师弟，你良心难道不会痛吗？而且这次更是想对叶师弟下死手，为何你就不能放过他？就算你不喜欢他，但都是同门是兄弟，至于要这样害他吗？难怪7位师姐都不喜欢你，你就是个心胸狭隘、嫉贤妒能的人，谁能愿意喜欢跟你在一起？沈炼，这一次我看你该怎么脱身。一直庇佑你的宗主，如今不在天宇宗，各长老连同老祖和7位师姐一致决定要趁此机会弄死你。这一局不过是为了除掉你所设找的借口罢了。来人，将沈炼拿下，送往执法堂发落。够了！在你们这群废物动手前，为什么不先问一声这件事到底是不是我干的？你想说什么？是不是又要说叶师弟中毒跟你无关，对吗？每次都是这样的说辞。你错了，我想说的是这件事就是我干的，可惜你们还是来得太晚了，还没来得及让你们亲眼看到我是怎么下手。不过现在也不迟，那就都睁大你们的狗眼看好了，我到底是怎么欺压你们的宝贝师弟。糟了，刚才那颗毒丸其实并不致命，完全可以靠灵气压制在胸膛，只等陷害沈炼成功后再逼出体外。可见那颗毒丸已经不受控制，在体内扩散了。这才是欺压，这才是手段，你们这群废物都看仔细了吗？沈炼，你竟是如此的恶毒，跟我去见执法长老。如果你们这些废物想见他毒发身亡，那就只管留在这里，我有的是时间陪你们耗，不然就立马带着他给我消失，自己来选一个吧，我无所谓，想怎么玩我都奉陪到底。速带叶师弟去药堂解毒，晚了可就麻烦了。那沈炼呢？放心，长老他们知道此事，断不会放过他的。如今宗主人不在，再也没人能保护这个畜生了，他这一次是死定了。你怎么这么自私？这具身体内部早已伤痕累累，丹海、奇经八脉，甚至五脏六腑各处都破损得十分严重，也难怪只是在小树林内摔了一跤，原主就直接嘎，即便是没有叶凡这个废物从中作梗，恐怕撑不了几个月一样得死。顺着原身的记忆，沈炼来到了后山一处荒凉的茅草屋。记忆中，这是自己师尊，也是天宇宗宗主沈出云为了避免自己被同门打扰，特意安置的。但沈炼根本不在意这些，进屋后直接在床榻上闭目，开始消化脑海深处残留的记忆。可恶，真是活该！想我沈炼自穿越那日开始，历经99世，哪一世不是活得洒脱随意？哪一世会向狗屁的命运低头？为了登顶大道之巅，即便是凌驾诸天的系统和天道，我都敢直面应对。可你这废物，居然为了7条养不熟的白眼狼，白白糟蹋了我为你精心准备的如此天赋和身体。明明可以有机会站在巅峰高处苦视苍生，却心甘情愿当起舔狗，活该你会沦落到这种下场。沈炼一次偶然穿越到玄幻修真界，历经99世不断磨砺，一路将所有阻拦自己前进之路的天道、气运之子、隐藏强敌全部踩在脚下，踏着他们的尸体和尊严走向属于自己的巅峰。尤其上一世在达到极道巅峰99重，即将登顶大道时，与绑定自己的系统直接摊牌，产生剧烈冲突，为此引发一场最后，沈炼与系统急招冲击，导致大道失衡，打得反噬，致使彼此同归于尽，共同消散在混沌之间。好在沈炼早有两手布局，在与系统数万年的相处中，早已暗中学会了如何凝练神识的重生之法，在生死照消前保住自己完整的神魂，可以在未来重塑肉身，以便今后再度走上巅峰。而现在这具肉身，其实就是沈炼在与系统大战陨落前重塑魂种凝练的，外貌、体格和悟性与本体自身一模一样，只是因为大战过后，自身神魂也遭受波及，故而一直在脑海深处
处沉眠，才让另一个灵魂有机会占据使用，直到原身一跤摔死，这才彻底苏醒过来。无论是年龄还是辈分，自己才是他们的大师兄。但为了照顾7条白眼狼的颜面，竟是主动自降身份，在外人面前成为了师弟。罢了，那就在我重新登顶巅峰之前，先把你这废物干的那些破事全部料理干净。这一次，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的决定。系统，我知道你也没死，就让我们在这一世彻底了解这百世的恩怨吧。这一回，我会变得比前99世更强，而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先恢复部分修为。这具身体虽然丹海破损才聚气境界，但自己可是有一门修复功法——周天玄黄诀。先布置一个聚灵阵，修复丹海，同时也能迅速吸收隐匿自然之中的灵气，重新提升修为。附入聚灵阵，伴随海量灵气入体，沈炼感受到体内的丹海正在迅速复原。短短半个时辰，沈炼从聚气1重刚好抵达化神8重，而聚灵阵彻底碎了。虽然还只是化神8重的废物，但应付眼下局势足够了。沈炼，你居然敢伤害叶师弟，立刻跟我们走！沈炼，你要做什么？敢对我执法堂弟子下手？不想！谁允许你这废物在我面前大呼小叫？蝼蚁也配开口？我操！你杀了牛师兄，沈炼，你是怎么干？废物之所以是废物，最大的缘由就是没有自知之明。今日天宇宗上下注定要认识一个全新的沈炼。记忆中，这是沈初云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但却没穿过几次。主要是这套装束跟自己99世穿衣品味完全符合。沈初云又是如何知道自己品味的？这个沈炼真是该死，居然丧心病狂到要毒死叶凡，这次说什么都不能饶恕他。要不是沈初云这丫头不明事理，如此袒护那个孽障，叶凡又怎么会变成这个模样？我早就看出来那沈炼不是什么好东西，今日必须要将这恶徒处死。沈炼，只要你一死，世上就再没有人知道你曾经对宗门做出的贡献。用不了多久，你几百年的付出都将成为我的嫁衣。沈炼怎么还没来？他眼里还有无执法堂呢。二长老，我相信沈师兄他也不是有意的，只要他能诚心向我认个错就可以了。凡儿啊，他都这么害你，甚至都要你的命了，你还在为他说话？凡儿，毒害同门这件事已经不是以前那样小打小闹了，这可是事关宗规，不是个人恩怨了。凡儿，你就什么都别管，今日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奇怪，沈炼怎么还不来？这都过去快1个时辰，再派2名弟子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用了。沈炼，你公然毒害同门，可知罪？老壁灯，收起你那惺惺作态的模样！你们费尽心思设下这么一个烂出天际的破局，无非就是要我沈炼的命，为叶凡那个废物铺路吗？想要我的命，就凭本事直接来取，何必在那摆出一副狗都嫌弃的姿态？你看看你们，跟窑子的妓女一样，既当又立。混蛋，你刚才在说什么？有种再给我说一遍！老畜生，闭嘴吧！如此可笑的伎俩，也就偏偏在场这群没长脑子的蝼蚁废物。可恶，我杀了你！师妹冷静，沈炼，你目无尊长，可知方才言语违背了宗门律规。你们也配尊长2字？今日我能站在这里和你们这群老畜生说话，已经是我自降身份。如果不想听，那就先把自己耳朵拍聋。傻逼叶凡想要诬陷我，要治我死地，我直接一掌教他做人。执法堂弟子来找茬，我直接一掌一个。现在执法堂的一群老登又来送经验了。放肆，简直太放肆了！沈炼，这就是你对长老们该有的态度吗？你可知自己是什么身份？沈师兄，我知道你一向对我有成见，可几位长老再怎么说也是我们的长辈，你这样只会让自己名声更加败坏的。我恳请你给几位长老道歉吧。凡儿，什么时候我沈炼沦落到需要你一个废物来说教了？我允许你开口了吗？他的修为恢复了，可2天前还是废人一个，怎么可能？而且能一击打伤叶凡的，必然也是化神境。好强劲的掌力！师姐不是告诉我沈炼的功法都已经交给我了吗？但这种掌法我怎么从未见过？可惜了，修为还是不够，不然刚才的一掌足以让同为化神8品的叶凡当场爆体。混蛋，你敢对凡儿下死手，我定要你偿命！这就对了，真实的小人嘴脸。既然早已想要杀我，又何必惺惺作态？是你们有谁又能杀得了我沈炼？沈炼，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今日谁也救不了你。这就是你杀我的底气！你这样的废物是哪来的勇气敢审判我的？谁允许你这么做的？沈炼，赶紧给我住手！这是你师傅啊！不，我的手，我的手啊！沈炼，不可乱来！沈炼，赶紧放了你师伯，他再怎么说也是你长辈啊！你们不是一直希望我成为一个丧心病狂的魔头，这样就可以把我铲除吗？现在就如你们所愿。结！现在你们可以毫无顾忌出手杀我这个魔头了，只要你们有本事杀了我！众弟子听令，沈炼目无尊长，堕入魔道，残害同门，凡我天宇宗门弟子诛杀沈炼。以为这样就能杀我？可笑！我操！这好像是本门天宇13世，可为何他施展的招式跟我们所习练的完全不同，威力似乎也要更上一层。废物终究是废物，既然你们不能阻挡我前进的步伐，就夺下黄泉去投胎吧。青云青山出手。
受死！这是借力之法，不可能！我的修为是化神九重，你不可能能卸去我这全力一击。在我眼里，你所谓的化神九重跟淬体一重没有本质区别。杀你如同屠戮一狗。沈炼，你给我死吧！这是开山裂石掌的掌技，你居然会纳其入体之法，进而转移反击。意外吗？可惜今日的意外可远不止于此。接下来该你了，沈炼，你不能杀我，你要是杀了我，一定……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能杀我，你要是杀了我，七位师姐是再也不会原谅你。原来天之骄子就是这么一副卑微懦弱的贱样。那我只能说，天宇宗的废物全都瞎了狗眼，才会选择你成为他们走上人生巅峰的棋子。劝你最好照照镜，看看自己现在狗都嫌弃的模样。如果我是你，一定会当场选择自尽，至少还能保持一丝气运之子的尊严。用这把玄品灵剑证明给我看，你不是废物，你可以为了天之骄子的骄傲，为了自己的自尊宁死明志。不，沈师兄，你真的不在乎七位师姐了吗？他们……说啊，怎么不说了？是不是想说，只要送了你半根手指，那7条白眼狼就会与我决裂，再也不会原谅我？是不是想说，他们要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就会不顾一切要除掉我，来讨你欢心？天命之子真是太可笑了！说到底，你就是一个只会依靠女人的废物而已。你以为我还会在乎那7个白眼狼，还会因为你提及这7人的名字而心生不安？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我很遗憾的告诉你一个现实，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这些年你们家在我身上的屈辱，我会加倍一一奉还给你们。既然我能将他们送上神坛，自然也能送他们下地狱。所以气运之子，你告诉我，当你唯一的手段对我不起作用时，还有什么办法能束缚住飞龙在天的决心呢？怎么会这样？他明明已经被7人 PUA 的尊严扫地，沦为一条卑微的狗了，为何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变化？不行，我必须杀了他，不能让他活下去。沈炼，你该死！怎么可能？为何我抽不动？堂堂天命之子，居然连区一把灵剑都拔不出，你的废物程度真是令人耳目一新。你不住手！炼虚境刺激了，松手！不让你松手，你听不懂吗？你们2个废物在用什么语气命令我？沈炼，我给你一次机会，立刻放了叶凡，然后认罪伏法，重新接受宗门审判，不然想审判我沈炼，你们这群自以为是的废物够资格吗？一个炼虚2重，一个炼虚3重，那今天就以你们2人的败亡来庆祝我的重生吧！凡人，你死！让我见识下天剑锋封堵的剑，您能夺走我沈炼的性命。凡儿啊，我一直把你当我亲生儿子看待，你若有事，我可怎么办啊？你该做的就是通知全宗开席，今日你这眼儿子和你这眼爹的丧席可以一起办，也能省下不少事。沈炼，我要把你碎尸万段，给凡儿出气。2对1，随机。我叫叶凡，上一世我被魔道老祖顾云残忍杀害，幸运的我重生了，不幸的这个世界也有一个和顾云一样的魔头，还把我变成了一只狗。沈炼明明只有化神8重修为，为何与我炼虚境硬扛数招不落败？他身上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直接将其拿下，逼问出缘由后，再直接镇杀。同意。烈焰神王剑，就让你见识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巅峰。这是什么功法？为何我从未见过？千秋逐浪荡神机。八门金锁剑。这样就想杀我沈炼还不够？什么？这怎么可能？游戏该结束了，你居然能在战斗中突破化身9重，遗憾吗？带着这份遗憾饮恨黄泉吧。不要再留手了，此子今日若是不除，来日我天宇宗必然后患无穷。那就灭了吧。八门金锁，柯叶子。来得好，薛伯藏那是怒海离流，我的力量竟被他吸收了。这就是一峰之主的实力，真是我见过最弱的炼虚境。就这样让你死去，似乎还是太便宜你了。我想到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完烂，丹海破碎，修为尽废，自己几十年修炼的根基尽毁一旦。沈炼，我一定不会放过你要做什么？让你体验下当狗是什么滋味。在叶凡痛苦的哀嚎声中，他的7分魂魄硬生生被沈炼剥离出来。
修为太低，极道抽魂手无法抽离他所有神魂，不过也足够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条残缺的狗了。快去禀报老祖，出大事了！怎么回事？为何本座心中竟是有种强烈不安的感觉？天命之子气运衰退，这怎么可能？长老出大事了！天命之子的命盘光泽暗淡了不少。这不可能！叶凡是天道加护的气运之子，是未来注定的主宰之一，怎么可能会气运消退，还衰退的如此厉害？长老要不要派人去往天宇宗调查下？传本座之令，宿命看悲欢、埃布离二人火速赶往天宇宗查探缘由。如果发现有损天命之人气运的异端，务必除之后快。是，弟子告退。奇怪，本座在3000年前就已经参透了天机，可为何居然推演不出叶凡的气运衰减是受何缘由所为？难道这其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力量在作祟？才来这个世界1天，就闹出如此大的动静，天宇宗和那7条白眼狼绝对不会袖手旁观。要想活命，就必须提升修为。如今化神9重的修为还是太弱了，必须要找快速提升根基的方法。客官，这是要去哪儿啊？前方是天宇宗的灵脉矿场，要不要在那里下船？灵脉矿场，这也是元神当年挖掘赠予天宇宗的。天宇宗也凭借此处灵脉，顺利成为东域4大宗门之一。既然这是我送的，那就有权收回来。接下来该是让一切回归起点的时候了。沈炼催动周天玄黄诀，顿时聚灵阵启动，疯狂吸收灵气。短短10个呼吸后，沈炼的修为再度开始攀升，化神巅峰，突破炼虚1重。妈的，怎么回事？原本好好的上品灵石，眨眼之间就成了一块普通石头。不好了，地震了，快跑啊！而在虚空中的沈炼已将整座灵脉吸收殆尽，连同地气也不放过。在修为抵达炼虚巅峰后，此地10万年的地气已然被吸纳一空。得罪我的代价，你们谁能承受得住？别急，这只是一个开始。有段日子没见叶师弟了，他要是见到我，一定会非常开心吧？怎么回事？莫非是沈炼死了吗？一个烂人而已，死了也就死了呗。三师姐，你可算回来了。哭什么？有什么可哭的？三师姐啊，宇文峰主、东方峰主以及4位长老和800多位内门弟子，全让沈炼给杀了。你在瞎说什么？沈炼那种废物怎么可能？不可能，沈炼他怎么可能会干出这种事？是真的，三师姐，大家都亲眼看到了，沈炼疯了。疯了，就算是疯，我们要让他死，他也必须乖乖领死。为什么他要反抗？是谁允许他这么做的？沈炼人呢？让他滚出来见我。沈炼他昨日就离开了宗门，他还打伤了叶师弟。什么？叶师弟？他伤的怎么样了？快带我去见他。师姐，我在这里，救我啊！你这条臭狗，再乱叫就炖了你！你特马敢打我，这笔账我记下了，等我恢复人形后，一定把你整死。师弟，你怎么了？我是你三师姐，快醒醒啊！你不是说要娶我吗？你这样如何娶我？叶凡的丹海被彻底碾碎，想要恢复简直难如登天，而且下体完全崩碎，已经不能算是个男人了。沈炼，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参见会长。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沈炼，把他带到我面前。是会长。现在的状态，想要冲破渡劫期，尚需一个合适的环境。太古大陆以至地狱，皆是7条白眼狼的势力范围。不过苏玉恒的天下商会最大对手是长生商会，或许可以借助长生商会让自己渡劫，只是该怎么取得长生商会信任？沈炼可算是找到你了。奉会长之命，特意带你回天宇宗领受惩罚。苏玉恒就派了你们这2个废物来抓我，他是自信过头，还是无知愚蠢？既然你们都主动送上门了，就都把命留下吧。死到临头，居然还敢大言不惭！你们只有一招机会，一招过后，饮恨黄泉，走吧！这怎么可能？现在该我了。情报不对，撤！我允许你们走了吗？我说了一招送你们含恨。不，你不能死在我的手上，你们也算不枉此生。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死在沈炼的手里。蒋寒生、顾青山的命牌居然碎了，这怎么可能？难道是沈炼杀的他们？不可能，沈炼不过才化神修为，根本不可能杀得了他们，一定是半道遇到了高等魔修，这才遭遇了不测。不好了，苏师姐！放肆！师主正在养伤，岂容你在此喧哗？苏师姐息怒，弟子有紧要的事来禀报，这才失了规矩。什么事？说。苏师姐，天宇宗的灵脉枯竭坍塌了，连同滋养的地气一道都被人摧毁了。灵脉果然枯竭坍塌，就连地气也被抽干了。可查出是何人所为？回苏师姐的话，似乎是沈炼。沈炼？难道他真的疯了吗？不管是不是你干的，这一次说什么我都不会再放过你了。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两位前辈，师弟到底怎么了？他的伤可还能恢复？苏会长，你师弟的丹海被一股极强的外力所碾碎，对他下手之人的功法极其刁钻，寻常之法修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前辈，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师弟的伤势？他醒来要是知道自己修为尽废，一定会想不开的。办法倒是有，第一个便是取得神渊秘境地底深处生长了10万年的金烙青莲，或许可以修复丹海和受损的神魂。进入神渊秘境最低要求都是不朽境起步，而且从未听说有人能顺利安然而归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找到伤叶凡的人，由其体内鲜血为引，再配合4种极品灵药让他服下，只要连续7日，叶凡非但能重塑丹海，修为也能比以往更进一层。多谢前辈解惑，晚辈明白该怎么做了。其实最关键的还不是叶凡身上的伤势，而是他身上的天命气运正在不断流失。这怎么可能？前辈你是不是看错了？这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叶凡现在的气运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强了。前辈，气运流失可有什么恢复办法？本座也十分疑惑，到底什么人能够破开天道气运加持？这样的不符合规则的存在，不该早就被天道镇压了吗？还是说此人的命格连天道都要避让3分？前辈多虑了，师弟受伤纯粹只是一个意外，那个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苏会长知道是谁打伤的叶凡吗？苏玉恒将自己所知的情报一五一十告知了探悲欢。探悲欢听完，立刻掐指一算起。怪哉，当真是怪哉！从他这523年的经历来推算，确实平平无奇。但从这几日推演，我竟然无法算出一丝一毫。苏会长可知他去向？我想见一见沈炼。抱歉，沈炼杀害同门外逃，我正欲号召同门向整个太古大陆发布追杀令。沈炼命格成谜，想要找到他，还需要你们仔细探索。放心吧，他逃不了的。可恶，幸好没有急于求成前去渡劫，这一路走来才发现这副躯体居然如此孱弱不堪。为了让叶凡开心，那7条白眼狼总是会拿一些毒药给前身服用，虽不致命，但毒素残留在体内，日积月累之下，迅速侵蚀了自己的体魄和根基。得想办法先驱除体内毒素，再设法增强体魄。若非我拥有99式战斗经验，以当时化神境的状态独对2个炼虚封主，根本不可能取胜。先去天下商会看看有没有我需要的解毒丹药，再去长生商会与顾洛清寻求合作契机。站住，请出示你的邀请函。邀请函？今日是天下商会1月1次展开的拍卖会，只有收到邀请函的人才有资格入内。哦，没有邀请函就不会入内？如果你有在本商会消费30万灵石的凭证，那也可以进去。要是没凭证、没邀请函，就归原些。区区溯源一品的废物也敢拦我？那就让我来给天下商会定个规矩吧。现在我有资格了吗？什么人敢在这里撒野？同样的话，别让我说第2遍。道友，请住手！在下乃是这无双城天下商会的主事，方才多有冒犯，还请道友念在这群家伙初犯的份上，饶他们一回吧。那我现在有没有资格进入拍卖现场？有的，道友，有的。道友如此神勇，自然可以破例进入拍卖现场。道友，暂时没有其他空位了，您看。道友，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下还有事，就先走一步了。问你一个问题，今日拍卖会可有解毒的药丹？有倒是有，只是不知道道友要解哪种毒。西元丹？有，道友来的正是时候。今日拍卖第一件物品就是一枚6品西元丹。6品？没有更高品级的吗？道友，这枚6品西元丹可是由药王谷少主亲自提供的。要知道，这药王谷少主可是我们会长的同门师妹啊。穆瑶光？对，道友莫非也认识我们会长的师妹？既然是穆瑶光提供的丹药，我就勉为其难破例参与拍卖吧。我不打扰，我走了哈。苏区请陈长老过来，我怀疑那小子来者不善，要是出了乱子，我等可担待不起。是。诸位来宾，今日拍卖第一件商品乃是由药王谷少主穆瑶光亲自凝练的6品解毒丹西元丹，如果有需要的宾客可以立马起拍，几价不限，半块下品灵石。各位宾客，我们商会的规矩，所有拍卖物都是以整数为基础，半块灵石的交易，我等从未经历过。规矩？现在开始，我的规矩才是规矩。我说他只值半块下品灵石，那他就只值半块下品灵石。谁要敢喊价，那就是在挑衅我的规矩，而挑衅规矩的后果，你们绝对承受不起。哪来的狂徒？此乃天下商会无双城分号，你什么身份敢在这里撒野？不能高过半块下品灵石是吧？无双城钱家出。现在还有谁要与我竞价吗？来人，将这闹事的狂徒拿下！就凭这些废物，跪下说话！这是炼虚境的威压！这位道友，求你收了神通吧！天下商会若是有哪里得罪了少侠，还请看在我们苏会长的份上，多多海。聒噪！现在还有谁要挑战我的规矩？阁下来我天下商会闹事，就想这么一走了之吗？阁下年纪轻轻，竟是如此不惜命。直切主题，我要离开，你想怎么拦我？黄寡一此之战，在你面前的是怎么样的存在？
莫非这狂生也是炼虚境强者？这种威压似乎比我更胜一筹。看来你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那今日我破例跟你赌一把。赌什么？赌命！在折扇重回我手心前，你若没死，我当场自尽；但你若死，这里的所有人陪你共赴黄泉，敢赌吗？疯子，这狂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当然，你也可以跪下磕10个头，大喊3声自己是废物，那我自然也不会为难你以及在场的所有人。阁下真是欺人太甚，这赌局我接了。啊！你怎么这么自私？很好，我要开始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一个连天都恐避之不及的人。结，因为那废物赌输了，所以你们这群蝼蚁也没必要活在世上。不满门者沈炼。奇怪，我的心神为何这般不安？是哪里出问题了？什么人胆敢毁我天下商会？三师姐，你不要我了吗？不要这样离去啊！你看你妈呢？只问一遍，顾洛清到底见还是不见？沈先生，请您稍等片刻，我家少主的印记又复发了。隐疾？告诉你们少主，只要答应合作，他的隐疾我来替他医治。你能治疗我们少主隐疾？别听他瞎说，铁定不知道是哪里冒出来招摇撞骗的，想要借此进入我家少主法眼，这样的人我可见多了。痛苦吗？这就是祸从口出的代价。不过你该庆幸的是，你这种废物连死在我手里的资格都没有。你居然敢在长生会前伤人！你要是不想下半辈子瘫在床上，成为一个需要人把尿的废人，那就闭上你的臭嘴。先生，方才多有冒犯，我家少主有请。让他亲自出门来迎我。先生，如果是府上下人冲撞了您，那我替他们向您说声抱歉。抱歉的诚意在哪里？我是来跟长生会合作，不是来看你们脸色的。我只等半盏茶时间，你可以给他带句话，若是想治好他的头疾，最好在半盏茶内出现在我面前。你能治好我家少主的隐疾？现在也算时间，你只管继续浪费，我无所谓。还请先生稍等片刻，我去就回。苏玉恒，我要杀了你！好痛！罢了，苏玉恒，你赢了，不就是想让我死吗？我成全你。少主，千万不要做傻事啊！府门外有一神医，他说可以治好少主的头疾，但他要求少主出门相迎才行。治好我的头疾，此言当真？少主，姑且让他一试吧。先生，你真的可以治好我的头疾，只要可以延缓我的症状，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付出。好了。先生神通广大，小女在此谢过。敢问先生大名？多余的客套姑且省下。顾会长，沈某此番找你长生商会，自是为了合作而来。你是沈炼？不像吗？你这次来找我，到底带有什么目的？是不是又要替你的师姐想方设法来羞辱我？我没那么多时间跟你玩这无聊的把戏，找你只是为了合作，答应还是拒绝，你自己选。合作？抱歉，沈道友，我想我们之间没什么合作的必要。为了感谢你为我治好头疾，我长生商会愿支付你一笔报酬，只要商会内有的，你都可以自取。哦，你这是打算卸磨杀驴吗？沈某行事有恩必还，有仇必报，没有人能从我这不劳而获，出尔反尔。沈道友，我说了，长生商会支付你治疗的报酬。至于合作，我想我们之间应该也没有什么可合作的地方。你确定不愿合作？我想我话已经说得够明白。既然如此，那合作就作废。我的头！不，沈道友，沈炼，你等等。既然合作不成，你我之间也就没必要谈了。沈炼，求你了，快施法帮我压制，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最后问你一遍，你愿不愿意合作？我愿意合作，沈道友，只要你帮我治好这头疾，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用你的道心起誓。我顾洛清起誓，今日与沈炼签订合作契约，若有违背合作契约，愿意承受业火焚身痛苦，死无葬身之地。进去说话吧，有些事我现在必须跟你讲清楚。这到底谁干的？沈炼，那个废物哪来的胆子？可恶，休想让我再原谅你！沈道友，不知你想跟长生商会怎么合作？将长生商会这些年失去的东西重新从天下商会手里夺回来，而你要做的就是必须满足我提出的所有要求，就这么简单。莫非这条舔狗终于觉醒了？你为什么会突然想要针对苏玉恒？这和我们之间的合作有什么联系？没有，只是好奇你为什么突然就变样了。如果说你只是为了赌气，想要借我的名头给苏玉恒施压，让他重新感受到你的重要性，那我倒是可以跟你一起演戏。我与苏玉恒早已是不死不休的局面，在我屠戮无双成天下商会的那一刻，就已经没有挽回余地。你把天下商会所有人都杀了，不过是一群蝼蚁罢了。看来你真的看清楚那7人的嘴脸。那7个贱人的一切都是我沈炼给予，我能带他们走上巅峰，自然也能把他们重新踩回泥潭。现在没有人能阻挡我登顶大道的步伐。说得好，沈道友，方才多有冒犯，还请见谅。
你这里有可以炼制上品丹药的丹炉吗？你中毒了？7个剑刃下的慢性毒药，若是不及早排出，影响自身根基不说，甚至性命都难保。我需要将这枚丹药进行升级。丹炉我这里刚好有，还需要什么药材吗？不必了，现在就带我去丹炉位置。3日之内，我不想受到任何干扰。好，请跟我来。不可能，那个废物只有化神境修为，怎么可能躲得掉我混元3重的神识搜索？可恶，别让我找到你！顾洛清，你现在一定很得意是吧？躲在暗处借机自喜，没那么容易。会长有何吩咐？跟我去一趟长生商会，我不好过，顾洛清那贱人也绝对不能好过。沈道友，一共6口丹炉，你可随便取用。没有更好的吗？本来的确有口更好的丹炉，只是什么？只是当初在丹圣秘境中，那口地品乾坤鼎就是被你联合穆瑶光从我长生会手中夺走的。罢了，你先出去吧，眼下丹炉也足够了。好。可恶，施展惯了人皇鼎，再瞧这堆破铜烂铁，我是连触碰的心情都没有。罢了，先凑合吧，等我步入渡劫期，可施展人皇鼎后再说吧。顾洛清，你给我出来！苏玉恒，你来我府前有何贵干？顾洛清，无双城里拍卖行被人摧毁了，而你得为此负责，赔偿我天下商会一切损失。苏玉恒，你要有病就去治，能别来我这里发癫吗？从现在开始，你身后这座府邸立马给我让出来，挂上天下商会的匾额，不然这件事根本就别想善了。苏玉恒，你之所以有今日，还不是靠沈炼？没了沈炼，你觉得有谁会把你当回事？谁准许你提这个废物名字的？顾洛清，我警告你，最好收回刚才的话。这就急了，若不是当初有沈炼为你筹谋一切，就凭你，就算给你5000年，渡劫境对你而言都是遥不可及。即便是天下商会能创立崛起，其中也离不开沈炼全身心的付出吧。你最好回想回想，除去沈炼，你能有什么成就？有资格站在这里跟我直面吗？闭嘴！我能有今日一切，都是自身不懈努力的结果，和沈炼那个废物又有什么关系？苏大会长说这话前，最好先把身上那件地品器甲不时之护卸下来，还有你的佩剑星辰，不都是沈炼为了讨好你，不惜自身安危才拿到的吗？够了，今日我来就是让你为天下商会被毁一事负责。天下商会没有沈炼能有今日，想让我对此负责，就让沈炼亲自前来跟我说，你还没资格。你不用在这里左右而言他，我只问你，天下商会的事，你到底负不负责？笑话，你自己做的孽，凭什么要我来负责？既然如此，那你长生商会今日就引到为我天下商会陪葬吧。想动手？你真以为我会怕你吗？都住手！参见老祖。苏姑娘，还请给我顾天纵几分薄面，带人离开吧。哼，陆洛清，今天算你走运，但这件事绝对不会就此结束。多谢老祖。洛清啊，如此下去也不是办法。天下商会是大，背后又有其余6处势力以及天宇老祖做靠山。我长生会如今势单力薄，想要生存下去，就只能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才行啊。顾洛清沉默不语，他明白顾天纵话中意思，就是与星罗城城主之子贺云川成亲结为道侣。贺云川为人轻浮无比，且心气孤傲，心胸狭隘，可眼下长生商会被天下商会打压的几乎快要破产，如果不选择联姻的话，被吞并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孩子，老祖知道你心高气傲，但是关顾家数千年的声望，很多事都是身不由己，好好考虑一下吧。知道了，老祖，我会仔细考虑的。勉强凑合吧。这是极品西元丹。我说了，这几天不要来打扰我。今日姑且就算，再有下回，合作取消。你的头疾也不用再指望我会替你治好。实在抱歉。现在立刻给我出去！3日内不要让任何人靠近这里。好的，请沈道友放心。可恶，顾洛清，他是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的？有什么办法能避开顾天纵吗？无论如何，我都要顾洛清这个贱人去死！会长冷静啊！此时若是杀了顾洛清，顾家一定会和天下商会不死不休的。区区一个破落的顾家，我又何必在意那么多？顾家唯一能让我忌惮的只有顾天纵一人。若是我请来大师姐帮衬，难道还除不掉一个顾天纵？苏会长，陆宗主现在与魔域处于对峙关键时期，怕是无暇顾及这边的情况，还是请苏会长再忍耐一段时日。会长，你不觉得今日那顾洛清有些蹊跷吗？怎么说？顾洛清一向看不上沈炼，怎么忽然之间就替他说话了？这十分反常啊！你的意思是？苏会长，我在想沈炼他会不会就躲在顾洛清地方呢？不可能，那个废物除了我们7人，怎么会去看其他女人一眼？何况还是顾洛清，他难道不知道我和顾洛清水火不容？跟他混在一起就不怕我生气吗？可能的，他不敢这么做的。会长，沈炼都在天宇宗大开杀戒了，而且蒋寒生、顾青山的命牌都碎了。如果不是沈炼，还有谁？不可能，沈炼明明只有化神境，我绝对不相信，他怎么可以这么对我？王朝烈马的，你什么狗屁脑回路啊？沈炼为什么变成这样？你自己心里没点逼数？你们去打探一下顾家府邸，探一探沈炼到底在不在，如果在就给我绑回来。这2张符箓来可以隐匿你们的气息，就连9品以下的结界都可以穿过。如果被发现，就第一时间通过传音室来通知我，我就在附近。是。
沈炼，你要是真的敢和顾洛清联合，我非要把你的腿打断不可。也不知道叶师弟怎么样了，好担心他，回去看一眼吧。毒素已除，只要再调理1-2日，身体就能恢复巅峰状态。接下来该去寻找淬炼体质的药盒了。又有不知死活的废物来送人头，姐，既然来了，那就留下吧。还真让你说对了，沈炼果然就在长生商会，现在该怎么办？要通知苏会长吗？不急，先确定目前状况，如果可以的话，就抓他交由会长发落。好，你们2个废物，说了没有？炼虚境，这怎么可能？姐，还有什么遗言吗？沈公子，你真说啊？这怎么可能？难道他们被顾洛清发现了？可就算如此，顾洛清也不会对他们下死手啊！意外，没错，就是一个意外。我又岂会被这些小事给扰乱了道心？还是先照顾叶师弟要紧。道友，实在抱歉，我也没想到，竟然有人通过隐匿符避开结界的防护。我现在有些后悔跟你合作，结界防不住一群宵小，也不怪你斗不过苏玉恒。这是化消你头级的丹药，我在升级西元丹时顺手炼制，服下后的隐疾会彻底痊愈，之后你的修为会因为这些年的沉寂快步提升。你真的能炼制出根治我隐疾的丹药？你若不信，可以回去。道友别误会，我自然是相信的，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不用说谢，沈某做事有恩得偿，有仇必报。既然你收留我在此疗毒，自当给予一定回报。现在我有个问题，希望你能告知。道友请讲。这个世界可有淬炼体质的东西？有，最好的方式就是魔兽的晶核。整个大陆目前也只有魔兽山脉的魔兽拥有淬炼体魄的晶核，只是最近魔兽山脉封印开始松动，大陆10万修士正前往魔兽山脉。我建议最好等这阵风声过去，你再动身前往。多谢你提供的消息，希望我们的合作能顺利进行到结束的那一天。你现在要动身了？我没有多余的时间继续浪费。可是现在魔兽山脉内混乱不堪，听闻天宇宗的人也在那里，万一你遇到他们岂不是？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管我了？你放心，答应帮你打压天下商会的事，沈某不会忘记。等我从魔兽山脉归来后，再和你细细商议。且慢，既然是合作关系，那我身为长生商会，自然也要尽一份诚意。这匹马来自幽冥界域，1000年前我顾家偶然所得，今日便赠与道友当个脚程吧。既然如此，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告辞。沈炼，我不在这段时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要靠近叶凡，不要再和那7个师妹有瓜葛了，坚持住，再过几日，为师就回去了。宗主，青兰宗宗主请您过去商议封印之事。不去。宗主，这样有些不好吧？青兰宗宗主怎么说也是我天宇宗盟友，他的要求还要我重复一遍吗？知道了，宗主，我会回去转告庄宗主的。这沈宗主可真是难相处，我们3番5次去讨好他，却连正眼都没给一个。自古有本事的美人都是这么孤傲的，大家习惯就好了，何况还是沈宗主这样绝世的美人。哼，我看你呀，见到美女就走不动道。两位道友，眼下还是想想该怎么做吧。封印还需要配合沈宗主的灵皇仙体，但沈宗主又是这副态度，难啊。庄道友，传闻灵皇仙体可是绝佳的炉鼎体质，只要进行双修，可以加速提升自身修为，你也难道？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功夫开玩笑？魔兽封印事关天下苍生，若是不及时封印，会有多少生灵涂炭啊！庄道友，你就别装了。其实你对沈宗主的情谊，我们这些外人都一眼看出来了。何况沈宗主如此之美，若是你不愿意，那就莫怪在下捷足先登了。傅道友，你到底想说什么？是呀，傅道友，你平日很少开玩笑的，这次为何会？实不相瞒，有人希望我们借修补兽巢封印，将沈初云的灵皇仙体夺取。我等3人修为在吸收灵皇仙体滋补后必然大涨，也能一尝当时清冷仙子的美色，可谓一举多得。什么人敢暗害沈宗主？天宇宗座下弟子，如今化宇宗宗主陆清欢。陆清欢居然要暗害自己师尊，这打的是什么主意？在下所言皆是事实，不信你们可看此物是否为陆宗主所有。他好歹也是沈宗主座下弟子啊，为何会如此心狠手辣？这不是我们该问的，你们也知道花宇宗手段，若是不从，后果应该都清楚。可是我们3人不过混元2重修为，就算答应，如何跟沈初云交手啊？这点你们大可放心，陆宗主特意准备了药王琉璃谷的软香噬金散，只要等魔窟成功封印后，趁机给他下药，就可以任我们摆弄了。就连沈初云身边跟随的3峰峰主，也都是我们这边的人，不必太过担心。怎么，连穆少主也参与进来了？沈初云教出的弟子真是一群反骨仔啊！是不是太过分了？道友，到了这地步，我们还有退路？同时得罪药王琉璃谷和花雨宗，我等会是什么下场也不清楚。何况沈初云如此美人摆在面前，你甘愿放弃？这样吧，沈初云的开门红就由庄道友来看，这总没意见了吧？事已至此，也只能如此了。只是苦了沈宗主，这次机会难得，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我在顾家府邸疗毒，2个炼虚境的废物竟想绑架我，我直接一掌一个教他们做人。事后我为了淬炼体质，准备前往魔兽山脉。顾若清将一辆幽冥马车送我当做脚程。是3手入胶的气息，就让我来见识一下，你这畜生能在我沈炼手中挨过几招？
师兄，你怎么样？我没事。傅正没有资格在我面前张口，你先灭道斩。放下手中那枚金盒，此乃我立剑阁之物。在下白剑生，还望这位道友能将这枚金盒交给我，这样在下也好跟我宗主有个交代。姐，南宫里培养的废物是只会在背后偷袭吗？道友慎言，我家宗主不是你能随意辱骂的。你那么维护那个贱人，是因为贪图他那几分姿色，还是所谓虚伪的尊师重道？一个靠师兄帮助才能走到今日高度的人，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能耐让你们这群没脑子的废物生出尊崇之心。唯一的解释，那就是你们的脑子被下一半支配，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这样的人不是废物又是什么？你是师尊口里那个废物师弟沈炼。姐，如果我都算是废物，那你又算什么呢？连我半招都接不下，到底谁才是废物？云飘扬，你云雷宗今日在劫难逃，还是乖乖束手就擒，我们会给你一个痛快的。卑鄙！你们这群卑鄙小人，妄称为正道玄门，竟是如此暗算本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云飘扬，枉你活了近千年光阴，难道连这浅显易懂的道理都不明白？我云雷宗未曾得罪你们，为何你们一个个如此咄咄相逼？怪就怪你云雷宗范围内挖掘了一条天然灵脉，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既然你没能力保住这条灵脉，那就由我们代为你来保管。再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守在外围的那些弟子，现在怕也都在劫难逃了。你们居然对那些晚辈下手！我们怎么会做如此卑鄙的事呢？不过是将一头7级魔兽3手入胶引了过去。啧，你那些修为莲化神境都没有的弟子，怕是很难了。混蛋，我杀了你！用力为飞起来！不玩了，看你这么痛苦，就送你一程吧。一群宵小围攻一名受伤的修士，尔等行径真是令人不齿。接我一掌还能不死？你有资格留下名号。敢问前辈，您到底是谁？我收回刚才的话，你的名字不重要了。废物始终没有对自己的身份有明确定位。多谢前辈相救，云雷谷宗主云飘扬在此谢过。不是谁都有机会跟我对上话，你还不够资格。前辈多谢。沈炼直接在附近找了处看上去比较隐秘的山洞，捏碎了那枚7级金盒，将其精华尽数吸入体内。金河淬体已进入尾声，现在要做的是稳固自身根基。等最后的淬体阶段真正成功后，便是准备接受雷劫。只要进入渡劫期，天宇宗那老逼灯的徒子徒孙将再也奈何不得我分毫。告诉你个秘密，你可千万别传出去。什么事啊？这么神秘？那天宇宗宗主马上就要被针对了。什么？这怎么可能？是真的，我亲耳听到的。我们宗主和青蓝宗宗主还有天青宗宗主，明天合力封印魔窟后，就开始对沈宗主下手。这是为什么啊？你怕是不知道，沈宗主身怀灵皇仙体，那可是极品炉鼎体质。这么说你明白了吗？可是沈宗主的修为如此之高，他们又是怎么干的？修为再高也怕暗箭难防啊！我听说沈宗主身边3名封主也都会帮助3位宗主完成这个计划啊！这是为什么？我哪知道，也许是沈宗主太过护着沈炼导致的吧。听说沈炼当初可是把天宇宗从3流宗门带到今日高度，不曾想宗门竟然要这么针对他，真是过分。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这话你听过就行了，可千万别传出去，不然你我怕是怎么死都不知道。狗咬狗，与我又何干？今日起，你就叫沈炼，我是你师尊沈初元，记住了吗？记住了，师尊在上，请受徒儿一拜。炼儿，这招6段清风不是这么使的，你且看好了，为师再给你施展一遍。弟子愚笨，让师尊寒心了。炼儿千万不要这么说自己，你7岁就已有居气境修为，短短1年时间连破2境。如果你这样都算愚笨，那整个天宇宗又有何人敢自称聪慧？炼儿，再过2天你也满15岁了，为师也没什么好送的。这件锦衣墨绣是为师亲自做的，到时宗门大宴上后穿戴身上，好好让大家看看神域峰的弟子是何等的风光。师尊放心，2日后弟子一定不会丢师尊的颜面。炼儿，你不是在为我长脸，而是为你自己，知道吗？徒儿知道了。那段时间，2人生活在玉神峰内，过着最为平静的一段时光。直到60年后，天宇老祖送来7名女子，要他收入门下。师尊，你就收下他们7人吧。炼儿，这7人为师一个都不会收的，你也收起那悲天悯人的心态。师尊，他们7人实在可怜，您若不收，他们就真的没活路了。炼儿，你这是在逼为师吗？那7人虽然年幼，但眉宇间都透着算计和狠辣。若是收下他们，为师倒是没什么，就怕你这般善良的心性，定会被他们祸害的。那一日，面对沈炼的苦苦哀求，沈初云并没有第一时间答应，也是第一次让他罚跪在门外足足3日。但最后看着神情坚决的沈炼，沈初云还是心软，破例答应了。
整个天宇宗只有沈初云一人是真心实意对自己好的那一位。也罢，沈炼为人有恩必偿，有仇必报。你守护我500年光景，我就护你一生周全。就算天道要你殒命，在我面前也必须让路。我击杀了一头魔兽，吸收金河淬炼体质时，听到2个小喽啰在说3位宗主要暗害沈初云，念在他护我500年的份上，那我自然也得前去搭救。受潮事关天下苍生，此时当刻不容缓，我等还是赶紧运气凝镇，将封印稳固吧。再有半个时辰就是进攻之时，一切还是得有劳沈宗主啊。沈宗主不愧是修为滔天，此回封印受潮作乱，我等当以沈宗主为主，还望沈宗主以天下苍生为念，莫要留手啊！将你们的灵力全都转移至我身上。沈炼，你到底何时能醒悟啊？得赶紧加固封印，然后赶紧回去看看吧，希望他能安然无恙。是速度类型的魔兽吗？好快啊！天宇宗的蝼蚁只配在铁蹄声下哀鸣7毫。什么人敢在这里装神弄鬼？怎么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吗？是你，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要暗害沈初云？你只有1次活命的机会。沈炼，你要是识相，就把我放了，不然……我说是陆师姐、柳师姐还有穆师姐，他们联合老祖一道，为了给叶师弟扫清障碍，设的这一局。缘由，1000年之前，天机阁曾为老祖算了一卦，原天宇宗会有天命之子加入，届时天宇宗注定成为玄门圣地。只是叶凡的气运之路并不通畅，必须将一切阻碍他气运开拓之人移出去。所以沈初云就是阻碍叶凡登顶天命的人。不知道，我只知道沈宗主屡次忤逆老祖，铁了心都不愿收叶凡为徒，老祖怕他脱离掌控，故而才设下这一局。就因为那老神棍的话，就不惜要祸害一宗之主，真不愧是天宇老壁灯。那7个白眼狼又为何也要牵扯进来？宗主身怀灵皇仙体，是绝佳的炉鼎体质。他们曾私下向宗主提及，希望宗主可以与叶师弟双修，用此提升叶师弟修为。但宗主怒斥几人不要脸面，还曾大打出手，所以这一次决定直接毁了他清白。所以你也要跟着陷害沈初云，是这样吗？这都是老祖和师姐的意思，求您看在同门的面子上饶我一命。我现在已经是废人一个了，求您放了我吧。你这样的废物不配死在我的手上，但我可没说你今日不死。不要过来，滚开，滚开！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会胸闷气短？老林，你这里有什么情况吗？没有，你那边呢？附近冲镇的魔兽都已经肃清了，只等兽窟封印后便一切大功告成。记得布置结界，莫要让外人靠近，以免坏了师姐他们的大事。放心吧，一切早就安排妥当。也许等事成之后，我们也可以品一品宗主那妖娆的身姿。阴谋算计，可笑至极！什么人？送你们2个废物入黄泉的死神！这就是天宇老壁灯倚仗的弟子，结，真是笑死我了！沈炼，怎么是你？不可能，你的修为为何这般强悍？你们现在一定很惊讶，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吧？我懒得跟你们解释，你们不配听。痛苦吗？丹海碎裂，你们的修为也随之而破，身心会迅速变得苍老无比，直至死亡。这枚丹药可延寿100日，要是吞服了它，或许还有机会。不过只有1颗，也不要想着分食。这枚丹药若是遗漏一点，药效尽失。随着时间推移，2人开始迅速老化，唯一的意识就是得到那颗药丸。2人拼命扭动身躯，向药丸处挪动，最后就在呼延烈即将触碰到丹丸刹那，却是瞳孔涣散，永远停止了呼吸。而林志用尽最后的力气将丹药吞入口中时，却没有任何力气将它咽下，最后一声咳嗽吐出了丹药，头一歪，同样失去了生命体征。结，看着你们2个废物为了活命如此的低贱卑微，真是令人舒爽啊！今日就让世人重新认识一个脱胎换骨后的沈炼吧。我从3峰峰主们口中得知，是那几个师妹和天宇老壁灯联合起来暗害沈初云，目的就是为了给叶凡那个出路。既然是你们布置的计划，那我更不能让你们得逞了。果然如同预料那般，只要在大阵开启到最关键时刻撤回自身灵力，沈初云就只能靠自身的修为来稳住周天镇魔阵的反噬。等封印加固后，沈初云必然气空力竭，到时不愧是月影宗的宗主，端的一手好谋略，根本不给人活路啊！徐宗主过奖了，无非是话语宗压得太紧，不然我等也不会干出这等事啊。事都发生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记得待会儿要对沈宗主温柔一些，那细皮嫩肉的可千万别伤着了。庄宗主，你一言不发，是在想什么？我在想，咱们这么做会不会太过卑鄙了一些？看来庄宗主还是无法接受心中女神与我等3人齐享。但庄宗主，这可是花雨宗的意思。陆宗主可是沈宗主的弟子，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庄宗主，大局为重，我等也知道此举不妥。但花雨宗背后可是有天涯险胜的花解雨为靠山的，就算你不怕陆宗主威胁，也该想想花解雨的手段。也罢，等事后我亲自向沈宗主登门致歉，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也许等这娘皮体验过此等春风度玉门的畅快后，没准就喜欢上了，也说不准呢。又怎么会舍得杀你呢？
终于成功了。沈道友，你无恙否？说为什么在如此紧要的关头撤去了自身灵力？给我一个解释。沈道友见谅，我等修为低微，灵力实在不济，无法及时输送至阵眼，还望沈道友能理解。3刻钟时间都没有灵力及时输送，这样的借口着实有些可笑。你们到底有什么阴谋？既然你都看出来了，那我们也就不瞒你了。我等垂涎沈道友美色许久，又听闻你怀有灵皇仙体，因此设下这一局，引沈道友入局。就凭你们3个也想取我灵体？要换平时，我们也是有那雄心没那豹子的，但现在你耗费巨量灵力修补封印，体内丹海必然枯竭，不可能再有余力于我等周旋，不如乖乖束手就擒。放心，取走你的灵体后，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你说我还有没有余地跟你们周旋？沈道友，方才只是一句玩笑话，你可千万别当真。这是怎么回事？沈娘皮，你中的可是10香软筋散，这药会让你修为禁锢，浑身无力4个时辰。这4个时辰足以让我们取出你体内的灵皇仙体。baby， 各位，时间紧迫，就跟我们之前商议的那样，由庄道友先来。沈道友，实在抱歉，你也知道我仰慕你数百年了，用这种法子得到你，我心有愧疚。但闭嘴，庄景豪，我本以为你也算是正人君子，不想也是这般下作。我沈初云就算是死，也绝不会如你们所愿。沈道友，不可，快别让他这么死了。沈炼，为师怕是不能再护着你了，以后的人生只能由你自己去走。希望你能早日醒悟，远离这份折磨。碧儿，你是什么人？就用你们的戒律来增添我胜利的风采，今日不死不休。你到底是什么人？沈炼，一个让你们有幸体会何为绝望的名字。沈炼就是那个被天宇宗上下视为废物的沈炼。那就让你们重新认识下，我是不是你们口中的那个无能的废物？那就让我见识下你有什么手段。7级炼虚境居然能救我混元3重境，一掌不爆体，那只能说你真是不折不扣的废物。虚空茶又到数面前。过了小子，这一局不是你能插手的，本座这就送。你这是什么功法？遇强则强，万法天罡，五绝灭语境。回来了，终于回来了！500多年的坚守，终于等到你苏醒了。可恶，封印兽库消耗太大，目前不足巅峰2成功力。可是即便如此，也不至于连一个小小的炼虚境都收拾不了啊！看来不出所料，这3人消耗太大，功体大幅下降。刚才试探已然清楚个人属性，但我目前修为太低，要是硬耗，时间一久，绝对处于下风。小影，我等不欲与你为难，只要你肯离去，此事可以就此作罢。就你也配出言跟我谈条件？如果你们愿意跪下磕头，或许我能考虑留你们一具全尸。敬酒不吃吃罚酒，小子，你真以为我们这般可以欺负？那就拿出你们的看家本事，不要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人世。小友既然如此不惜性命，枉费了如此惊世骇俗的修为。既然珍惜性命，又何必寻求大道？修真的意义就是要不断挑战自我。荒谬！这就是你混元境的实力吗？真是太令人失望了。如果这就是你们全部的实力，那我只能说，现在的太古大陆真的是世风日下。好一个沈炼，倒是小瞧了你，能和我们纠缠这种地步。你也是平生所见第一人，不过你的能为也仅止于此了。在你上送你入黄泉，这样就想杀我沈炼，还远远不够。是时候了。你做什么？请想，住手！你疯了吗？这样还有生死搏杀的刺激感啊！结！我去搭救沈初云，奈何只能和3个宗主打个平手，时间越久对我越不利，索性我直接轰碎镇压魔窟的封印，让魔兽们陪他们好好玩玩。你问我怎么办？被天道虎视眈眈盯着的我，释放的雷劫会出答案。疯子，真是个疯子！幽冥马车，带他离开魔兽山脉，走得越远越好。给我站住！我还没尽兴，允许你走了吗？现在战斗才刚刚开始。可恶，沈炼，你今日休想活着离开这里！不好，有魔兽要出来了，快走！不，别过来！那是什么？不好，快跑！兽窟封印失败了。半个时辰后，雷劫消散。此时方圆3万里生物在雷劫中全数化为灰烬，10万入山的宗门弟子不足1000人脱身。
结！一次天道雷劫的洗礼，直接将体魄经脉再度淬炼一番，就连修为也提升到了渡劫3重。10香软筋散再过半个时辰自会解除。现在我和天宇宗已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今日就当偿还这500年来你对我的照顾。往后再见面，你不用对我留手，因为我也不会对你们留手。偿还？你这一句偿还，就想抵掉我们之间的情分？沈炼，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了？那你想要我做什么，只管开口，我沈炼都会满足你。你知道我想要什么，但你却从来都没有给过我。我守着一个厌恶的灵魂，足足500年不愿意放弃，就是为了等到你回来的那一日。这话什么意思？别装了，我知道现在的你才是原本的自己，那个卑微的灵魂早已不复存在，也只有你面对那样的场景不会退缩半步，只会迎难而上。你到底是什么人？看来你是真的把我给忘得一干二净，也是堂堂人皇沈炼，就连天道都得低头的存在，又怎么会记得那个被你抛弃的人间女帝呢？你到底是谁？还没想起来，我就是那个在新婚当日被你狠心抛下的西月国女帝，你明媒正娶的妻子苏洛烟。当年我重伤失忆与你邂逅，本就是一个错误，现在就是重提，又有什么意义？没意义。你以为一句过去的事没意义就能抛去所有了？沈炼，我告诉你，当初是你负我在先，总该给我一个交代。说吧，你要什么？我要你的心，你给还是不给？换一样吧，除此之外，什么都答应你。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要。沈炼，你可还记得那失忆的7年时光？敢说没爱过我？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够了，我欠你的我认了。你若觉得诚意不足，等想通了再来商谈。你恼羞成怒的样子，是觉得对我有愧吗？你一定记得当初一切，对吧？你既然知道我的身份，那就应该清楚我的为人。追逐大道的人，又岂会被这小小情关左右情绪？你要是不急，又怎么会如此紧张？沈初云，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要你的心，我要你娶我，我要做你的妻子，我要你给我一个孩子，我要你一辈子和我在一起，这是你欠我的，必须还给我。真是无趣透顶。沈初云，你我之间的师徒情分以及前世的孽缘就到此为止。你想要我弥补什么，请仔细想好再来告诉我。沈炼，前世我们都错过了彼此，这一次好不容易等你回来，无论说什么，我都不会再放手了。苏洛烟是自己第77世与一名极道6重高手交手后失去了记忆，期间遇到的一位红颜，这也是唯一一次动过真情，差点就与其共度余生的女人。就在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自己的记忆忽然恢复了。7年的光阴虽并不厌恶，但却无法给予苏洛烟任何承诺，最后只能选择用最残忍的方式离她而去。临走前又私下留下一部5帝真经算作补偿，因为自己走的那条路注定为天道所不容，自己敢和天道为敌，敢于不顾一切抗争命运，全是因为没有牵挂。水泥封心的自己，才能让天道都无法找出一丝破绽和弱点。罢了，想那么多干什么？既然此件事了，该回长生商会开始下一步针对苏玉恒了。我说了，谁都不要进来打扰，还不给我出去！玉恒，你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连老祖都敢呛声。弟子拜见老祖，还望老祖恕罪。算了，起来吧。凡儿，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老祖，叶凡现在全身经络尽断，丹海更是破碎无法修复，弟子请来无数神医，也只能堪堪保住他一条命，可要伤势痊愈，怕是很难。都是那个沈炼干的，对不对？我都知道了，难怪我闭关时总是心神不宁，最后导致突破失败，真是无法无天了。为何你不去追查那畜生踪迹，就任由他逍遥法外不成？弟子已经尽力派人去找了。实不相瞒，弟子的天下商会也因为沈炼声誉大损，更是有几名炼虚境强者死在了沈炼手里，却还是无法找寻他的踪迹。这个畜生残害同门，毁我宗门根基，等我抓到他，一定要把他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然后喂狗。凡儿，你放心，老祖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苏师姐，不好了！放肆！老祖，弟子不知您今日出关，方才多有得罪，冒冒失失的，成何体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说。老祖，苏师姐，魔兽山脉出大事了，怎么回事？启禀老祖，我等随宗主前往魔兽山脉加固封印，原本一切顺利，可不成想半道遇上一人，一口气诛杀了赤潮、乌延烈，还有林志3位封主，还有近前同门也都死在了魔窟的雷劫之下。什么？到底谁干的？说啊！是沈师兄，我亲眼看到的，他当时好可怕，好可怕，3位封主完全不是对手，死了，所有人都死了。沈炼，我定与你势不两立。玉恒，立刻通知你的师姐师妹，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沈炼这畜生找出来。我救出沈初云，却得知对方是自己第77世失忆时的未婚妻，但是追逐大道顶峰的我，又怎会被小情小爱所禁锢，直接离开魔兽山脉，返回长生商会。魔兽山脉百万兽潮寂灭于一场天雷浩劫，如果我没猜错，兽潮覆灭与天雷降世都与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吗？这就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了。
物归原主。如果沈道友不嫌弃，就赠予你当个代步脚程吧。毕竟我长生商会内无人可以驾驭这样的马车，也唯有你能将他训得服服帖帖。既然如此，那就多谢了。最近天下商会的日子怕是很不好过。根据探子来报，苏玉恒为了补偿那些在天下商会丧生的豪族，至少花费了3000万中品灵石。才区几千万中品灵石的损失，根本不足以算是伤筋动骨。我知道，但我就是不乐意看到苏玉恒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还是说下你长生商会目前的状况吧，生意有所好转吗？是有点好转的迹象，那些氏族豪门开始跟我长生商会展开合作，不过规模并不大，主要是没有足够的货源。现在市面上最畅销的货品是什么？那自然是续命丹和驻颜丹了。一枚赠寿100日的续命丹，足可拍卖到8万灵石。至于驻颜丹，更是有价无市了，还能改善皮肤质量。你商会内可有人会炼制这2种丹药？丹师倒是有，就是缺乏相应灵药。目前东域市场80%药田均被药王琉璃谷垄断。好，我知道了。沈道友这是打算去哪？既然收了你的幽冥马车，自然要懂得回馈。沈某行事向来恩怨分明。你该不会要去打药王琉璃谷的主意吧？奉劝沈道友一句，你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直接跟穆瑶光翻脸。一个小穆瑶光居然会让你怕成这样，在我眼里不过是个贱人罢了。沈道友，我怕的不是穆瑶光，而是灵界之主，一样是个废物，有什么可怕的？沈道友，就当我求你了，眼下还是不要去招惹穆瑶光，生意上的事我会想办法的。如此畏首畏尾，你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重整长生商会？罢了，3天后我会将所需的灵药一并给你送来。老祖，天机阁2位前辈说过，沈炼身上的血是助叶凡恢复修为的唯一办法。若是无法及时将他找回，叶凡怕是永远都废了。你放心，叶凡乃是气运之子，一定会平安度过这一劫的。只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畜生居然忽然之间变得如此心狠手辣。老祖，弟子在想，我们是不是对他过分了一些？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在同情那小畜生？弟子不敢，只是弟子有时在想，沈炼怎么也对宗门有功，我们这般对他，定是让他积怨已久，故而压垮了他，所以才……那是他应该做的。当初不是我天宇宗收留了他，他连为宗门效力的机会都没有，这是他的福报。可是老祖，您不觉得最近这100年时间，我们压得他太狠了吗？玉衡，你可别忘了，当初是本座安排你们7人到沈炼身边，才有了你们今日的成就啊！本座所做的一切，不单是为了叶凡，也同样是为了你啊！老祖一番苦心，弟子不敢懈怠，请老祖放心，弟子一定会竭尽所能，让叶师弟恢复修为的。这还差不多。为何我有种不安的感觉？不好，后山药田地气正在迅速流逝，随本座前去一探究竟。此时下方万亩药田早已被沈炼收入纳戒之中，连同地气也吸收了1/3，修为即将步入渡劫境5重。何方鼠辈敢毁我天宇宗地脉，当真不知死活！老壁灯，你闭关3年还是止步不朽境2重？请问你到底是有多废物啊？沈炼，你个孽徒，本座正愁怎么找你，你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师弟，你知道自己犯下大错了吗？还不回去领受门规处罚？我会尽量帮你的。苏玉衡，你个贱人，收起你那作呕的说辞。对于你这种货色，就当是我花500年养了一条白眼狼。师弟，你骂我什么？谁给你的胆子这么骂我的？立马给我道歉，不然这辈子你都别指望我会原谅你了。贱人，还打算用你可笑的那套话术来迫使我屈服吗？在我清醒那一刻起，所有招惹过我的人都将付出惨烈代价。你身边那5条狗不过是一个利息而已，更大的还在后面。够了，逆徒，乖乖随本座回宗门领罚，或许本座可以留你一具全尸。到了现在，你个老壁灯还在这里说笑吗？就算天宇宗所有人都被我杀干净，我都不会觉得有一丝一毫的愧疚。找死！来得好。你用了什么手段？3000雷劫中参悟的一道雷运法则，被电疗的滋味不好受吧？从沈炼残害同门开始，至今也就9天时间，短短9天，从聚气1重提升到渡劫境，不行，我不能让一切影响叶凡前途的隐患存在。我回到长生商会，顾若清直接将幽冥马车送给我。为了感谢他送我马车，我回到天宇宗，准备拿回属于我的灵药送给顾若清。但是天宇老壁灯却急了。玉衡动手，现在才出手，真是太迟了。徐平常把风起乱。什么？这畜生居然同时可以催动4种灵属性，就让一切变得更加疯狂刺激。结结结结！完了，一切都完了。先是灵脉被毁，再是药田毁于一旦。天宇宗几乎从顶级宗门沦为2流，甚至3流的宗门了。沈炼，你个畜生！玉衡，不管什么代价，都要把这畜生除掉。我与他势不两立。老祖，你要保重啊！结，老东西，喜欢我送你的出关大礼吗？今日先到此为止，下次再来找你们好好玩。老祖，你不要吓我，老祖啊！回往长生商会的途中，沈炼在车厢内引导体内地气向丹海位置凝聚，修为也冲击到了渡劫5重。
有熟悉的气息。真是倒霉，几万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宿主，遍地望去都是狗日的气运之子，一个个都跟人精一样。既见故人，又何必装出一副不相识的模样？我操！想起来了，兄弟，我只是那个系统的一部分而已。早在好几万年前，我就与他脱离关系了。你仔细感受一下，我不是你的敌人啊！我管你是不是系统一部分，既然出现在我面前，那就继续那场未分胜负的战斗吧。我老丁命怎么这么苦啊？好不容易当回人，我就在这里看个风景，结果一转弯就遇到一个杀神，咋就这么倒霉啊？你真是我认识的那个系统吗？那个阴谋算计到极点，每一世都在最关键时刻吞噬我气运的系统。真不是，我叫丁不二，是从那狗日身上分离出来的人性，真不是你要找的那位啊！真是令人失望，现在的你连死在我手里的资格都没有，赶紧滚吧！那个，你叫沈炼是吧？我看你与我曾经一位故人有几分相似，敢问是不是也因为锲而不得才出走的？我知道现在杀不了你，但也不是你这种废物可以随意指摘的。冷静，冷静啊！我的主体部分和你共事了99世，你这副身体之前遭遇的气息还是能感受出一丝的。你感受的就是全貌，要不要再仔细感受一下？兄弟，有话好好说，能不能别这样？兄弟，你这脾气太大了些，差点就让我没命了。你身上的气运足够你再活1000年不止，还怕没命？那都是活命的手段，维持系统运转都是来自一方世界的气运，气运衰竭了，系统也就弱得跟条狗一样。那就找你的气运之子去延续性命吧，最好培养的强一些，这样杀起来也能让我足够尽兴。沈爷，我这么喊你可以吧？就让我跟着你吧，我感觉跟着你一定能得到不少好处。你想白嫖？不是白嫖，我身为系统一部分，也略懂大道登顶所需的条件，并且亲眼见过有人登上那一步，或许可以帮助你也说不定。哦，你是说有人登顶了大道？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叫沈昭，是好几万年前的人了。其实他和你一样，都是穿越而来，绑定的系统也是和你同一个。当年他靠老六手段阴了系统一把，但却并没有将系统杀死。有很长一段时间，系统一直游离在混沌虚无之间，直到绑定了你，才有了重新崛起的希望。所以沈昭在哪？你找他干什么？这样的高手才值得成为我沈烈的对手，我要亲手将他击败。当年沈昭平息血染之祸后20年，便上天界，有过数十甲子，成为大道圣尊。但不曾想，就在1000余年前，沈昭遭人算计，如今正在闭关。除了他身边最亲的人外，无人知道他在何处。沈爷，话都说开了，你看让我跟着你行吗？我知道你现在跟长生商会在合作，而我刚好也精通一些生意上的事，也能给你尽一份力。既然你要跟，那就跟着吧，但你不要妨碍我做的任何决策，否则……一定。多谢沈爷，多谢沈爷。系统和自己大战后，眼下身在何方，根本无从查找。有这个肉身存在，或许也可以找出他的行踪。既然来了，为何不现身一见？要我亲自请你们出来吗？阁下真是好耳力，我等才刚到这里一盏茶就被你发现了。想来你就是沈炼，那个屠戮宗门的叛徒。你可知你犯下了怎样的大错？不管你们是为天宇宗鸣不平，还是为了叶凡那个天命之子，既然出现在我面前，那就都把命给我留下吧。我将天宇宗的灵药带走，地气也一同被毁，气得天宇老壁灯同不朽二重跌到混元巅峰。回去的途中遇到系统的人性，收下当小弟后，天机阁的2个废物又来找麻烦了。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那就别怪我们了。渡劫境3重的威胁，当真可笑至极。你们不是要用实力说话吗？那我就满足你们。这是渡劫5重的威压，不对，寻常的渡劫5重根本不可能吞噬我渡劫3重的压力。你到底是如何做到的？为什么我根本无法推演出他的修为，甚至任何消息？他到底是谁？天机阁不是能掐会算吗？那么有没有算过你们自己会以什么样的死法终结这碌碌无为的一生？不，沈炼，你不能杀我，否则天机阁一定不会放过你的。现在知道害怕了，背着我蛊惑那7条白眼狼，为了叶凡这废物加害我的时候，怎么就没想过会有这一天？那是师祖的决定，我们不敢违背啊。你师祖让你吃屎，你也会去吃吗？没有判断是非能力的废物不配活在世上。这是火云神焰，不，住手啊！姐，还没完呢，都到我人皇顶内，好好体会下9重炼狱的滋味吧。这是什么神通？等等，这好像是古籍中记载的炼魂手。区炼魂手也配入我法眼？这是我参透大道法则所悟出的大道人皇。沈炼，你不得好死！渡劫境修士一身根基精缩而成的丹丸，想来会有无数修士感兴趣吧？姐。看为欢爱不离的命魂灭了，到底是谁干的？连真。师尊有何吩咐？你2位师兄的命魂灭了，你速去查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有风吹草动，务必来报。是，师尊。到底是什么人，连天机都可以遮掩？不行，绝对不能有这等破坏命格的不安存在。
沈爷，能不能透个底？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你身上有气运流动的痕迹？你是系统一部分，也承接了他部分记忆，还不了解？我大概想明白了，你第一世就是没有灵根的废人，被系统绑定，纯粹就是那东西病急乱投医而已。当然没有气运可以吸收，可偏偏你总和天道对着干，连着99次坏了他们编排好的剧本，定是恨你恨得牙痒痒，又怎么会安排给你气运呢？所以，我沈炼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实打实靠双手奋斗得来，没有气运，不是主角又怎样？还不是连着让99方天地尽数匍匐在我脚下？不愧是沈爷，我还有一个问题，天机阁的废物来给我刷战绩，我欣慰的送他们解脱，神魂也放入人皇鼎中炼成丹药。天机老登感知两废物死后，则派遣弟子前去查明，而我带着丁不二已经返回长生商会。你不是说有恩必偿吗？你能活下来也有不少我本体的功劳吧？为什么你们最后要闹成那样？你本体虽然算计我，但也是对我有恩情，所以98世生涯我都心甘情愿让他吞噬。要说恩情，我欠他的早已还清，何况从第33世开始，他的作用无限趋近于负数，甚至处处设下陷阱，引我殒命，没点破已是仁至义尽。那你师尊呢？他守护了你这具躯体500多年，你曾经也负过他，该拿什么报恩呢？99次为人，唯一一次因为意外的心动陷入爱河，最终却还是辜负了人家，这点都是有愧人家在先，但自己注定跟天道对立，跟他结合，最终只会害了他。若是心有牵挂，被天道探知，到时只会酿成极其痛苦的悲剧。沈爷，老丁觉得你还是娶了人家吧，要而不娶，以后公文都要恶毒100倍，给人家一个圆满的结局吧。沈姑娘也不容易。我说了，用不着你来教我做事，下次再有这么多废话，我不介意让你体验下大道人皇鼎的滋味。是，沈爷，我错了。这么多药材，你该不会真的去药王琉璃谷了吧？这些灵药都是来自天宇宗，当年我亲手栽种的，足够你炼制驻颜丹和续命丹了吧？药材是足够了，正好最近商行世家要举办一场考验综合实力的拍卖会，就在3天后举行，只是时间紧迫，怕是来不及炼制足够的丹药。如果你长生商会在举办的拍卖会上夺魁，能不能压住天下商会一筹？肯定能，天下商会目前声誉已经受损，要是能在世家拍卖大会上胜过他们，长生商会必然起死回生。有你这句话，那我就再帮你一把。这莫非是传闻中早已失传的大道炼鼎手？这是比大道炼鼎手更加玄妙的大道人皇鼎。6枚极品续命丹和6枚极品驻颜丹，现在该来谈谈价格了。道友的续命丹1枚可延寿5年，驻颜丹能保持3甲子容颜不变，价格我会以最高市价折算成临时支付给你，也可以选择拍卖形式获取更大利润。不知道你打算用哪种交易方式？丁不二。沈爷，您换我，你不是精通生意吗？从现在开始，所有我和长生商会的交易都由你来负责。没问题，有我老丁在，你保证亏不了。沈爷，生意谈成了，等这些丹药拍卖后，咱拿7成，顾若清拿3成。虽然亏了些，不过既然是合作嘛，也该适当的让点利润出来，你说对吧？我说了，生意的事你来处理，我没兴趣，重点不亏就行。有沈爷你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沈道友，对于这份契约的安排还满意吗？无所谓，我想知道你那商会大比上会不会有意外发生？天下商会与药王琉璃谷有密切的合作往来，若是苏玉恒在商会大比前向慕瑶光进购一批药材的话，局势就未必明朗了。不如想办法抢他一笔不就行了？你说什么？要是我哪里说的不对，沈爷你就当是个屁给放了。不，你的建议非常好。老祖，你无恙否？玉恒，你一定要答应本座，断不能放过沈炼这个畜生。老祖请放心，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那就好，不过记得千万不要整死他，他的血对反而十分重要。老祖，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把沈炼抓回宗门，为叶凡输血延命的。对了，有沈初云消息吗？宗门发生这么大的变故，他怎么还没回来主持大局？魔兽山脉遭此大变，宗主小来是无颜回来面见老祖了，想脱离宗门，门都没有。当年我让他当天宇宗宗主，就是看他性子轻了，对宗门事务不甚上心，是个傀儡的苗子。如今遇了这么大的事，就想逃跑，天地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老祖请放心，等我遇到宗主，一定会劝他回心转意的。算了，这事以后再说，过几日就是商会拍卖大比了，你也别留在这里消磨时光，是时候该回去处理正事。可是师弟，他暂时不会有事的。眼下天宇宗灵脉地气尽数毁坏，已经不适合继续为天宇宗山门了，需要搬迁到更合适的地方，但这需要大笔灵石，你懂本座意思？这是打算要自己掏钱，这所需的资源只有在商会大比上取得冠手，才有机会筹集这笔资源了。怎么？难道你不愿意？弟子一定会在商会大比上取得冠手，顺利为天宇宗寻找更好的重建地段。这还差不多，行了，你赶紧去忙吧。那弟子先行一步，老祖您多保重。好重的杀气！看来阁下今日是专程在此等候老朽对吗？你是要我动手，还是自我了断？老朽在这条不归路来来回回走了18个甲子，你可知这条不归路名号的由来？因为站在你面前的是长生卧死的阎王判官。虚空藏，怒海归流。你到底是谁？败者无需多问，大道人皇鼎。
以空间转移之法掩人耳目，瞒得过他人，可瞒不过我。药材到手，接下来该去星罗城跟顾若清会合了。诸位道友，10年一次的商会大比在今日再次召开。此次大比向各大商会开出的条件是驻颜丹和续命丹。首先评判质量，其次是数量。如果质量等级相同，那就比拼数量，谁的质量高，数量足够，那就是最后的胜者。胜出的商会将在未来10年内优先得到已知秘境、矿产、药田甚至灵气的最高分配额度。我回到长生商会，帮顾若清炼制了极品丹药，助他在商会大比夺魁。为确保万无一失，我还去不归路劫胡苏玉恒的灵药。正在我准备返回时，又来了一帮卡拉米给我送经验了。既然来了，又何必躲躲藏藏？原来都是一件格南宫里的走狗。沈炼，我们只问一句，魔兽山脉的天劫是如何引起的？我可以送你去九泉，亲自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住手！赶紧放了卢宗主！你这么做，你师姐南宫离知晓，必然会生气的。是啊，你就不怕南宫宗主知道后生气？废物闭嘴！你们3个废物曾经对我做的那些事，我可都记在心里。今日你们既然来了，那就一起算一算吧。这怎么可能？他的修为不是才渡劫境5重吗？一招，你招过后没能杀我，我就送你们下黄泉。太狂妄了，赌命是吧？那就成全你。结合日元。虚空堂，那是虚空堂，星河逆流。大道人黄鼎。我允许你走了吗？沈炼，南宫离和我之间可是关系匪浅，你要敢动我，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我们今日来就是想问你一句，白剑生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让我送你下黄泉，当面问他不就行了？不，求你不要杀我好不好？大不了我可以服侍你，我本事很好的，保证可以让你。贱人，你也配？这下长生商会怕是要彻底完了。就是也不看看现在天下商会的势力到底有多大，是他顾若清能随意招惹的吗？顾若清就是认不得形势，要是换我，服软就是了。干嘛还要盗取天下商会的续命丹和驻颜丹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长生商会在大比之上出示了极品续命丹跟驻颜丹，但苏会长扬言那些丹药是属于天下商会的，期间是被长生商会盗了去。如今会场内正在激烈对峙。顾会长，你最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盗取我的丹药？你不觉得这么做十分下作吗？苏玉恒，你怎么这么不要脸？这明明是我长生商会的丹药，怎么就成了你天下商会的？诸位宾客，那驻颜丹和续命丹本来就是我天下商会准备的货品，可就在2日前，他们都不翼而飞。本想着丢了也就丢了，但令我没想到的是，长生商会居然会这般堂而皇之的将我天下商会的丹药拿到商会大比来炫耀，这不是打我天下商会的脸，把诸位当成傻子吗？杨会长，请您给我天下商会一个公道。顾会长，你最好给出一个合理解释，不然今日你长生商会的招牌将在商会永久除名。杨会长，你怎么能听信他人一面之词？难道任何人取出一件宝物，就因为有人质疑，就不是自己的吗？顾会长，你硬要说这驻颜丹和续命丸是你长生商会的货品，那就证明给大家看看。如何证明？只要你再将这2种丹药当着在座各位的面炼制一遍，自然也就能证明清白了。苏玉恒，你以为这样的丹药是随便想炼制就能炼制的吗？怎么不敢？是啊，顾会长，既然你说这丹药是你长生会的，若是能当场炼制出来，那你的嫌疑自然就能洗脱，要不然长生商会的招牌就只能在商界除名了。顾会长，请出你商会的丹师吧，用实际行为来证明你的清白吧。难道今日长生商会真的保不住了吗？既然顾会长无法提供自证清白的证明，那我宣布，自今日起，长生商会都给我闭嘴！沈炼要保的人，今日谁敢算计？你是什么人？谁允许你进来的？蝼蚁闭嘴！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如果长生商会拿出比续命丹和驻颜丹更好的丹药，你是不是该卸下天下商会的招牌？沈炼，你这是在用什么语气和我说话？拆我商会招牌，我看你是欠收拾了吧？闭嘴，贱人！你我之间的账，待会儿再慢慢清算。现在我手里有几枚特别丹药，如果你们感兴趣，大可以来评论一下。丹药祭出一瞬，整个会场被药香包裹。经过大道人黄鼎炼制的丹药，那可是颗颗极品中的极品。他是从哪里得到的这种丹药？仅从药香判断，一枚就可以让渡劫期的修为提升一大截啊！这便是长生商会最新出品的渡劫丹。只问一句，这些丹药够不够让长生商会夺得魁首？这渡劫丹确实不是驻颜丹和续命丹可以比拟的。杨会长，我承认这渡劫丹效果很强，但这并不代表就是长生商会炼制的，或许是他们机缘巧合之下得到此丹药。敢问偶然机缘的药物也算是商会本身能力吗？这渡劫丹虽然药效神奇，但若是并非靠自身能力炼制而成，那就无权代表长生商会本身的实力。不过长生商会要是能当场炼制出这渡劫丹，我等自然就相信了。
哦，要我当场炼制丹药，自然没问题，只是药材必须得从各位手里出。只需提供药材就能看清炼丹步骤，回头再慢慢研究，我拍卖行必然就多了一份财路来源。沈道友只管提，但凡有的尽量满足你。只需要几位渡劫境修士站出来就可以了。你的意思是不需要灵药，只要几位渡劫境修士就可以炼制此等丹药？沈炼，你懂什么叫炼丹吗？苏玉恒，不要用你那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不发育的智力来思索如此复杂的问题。若非现在修为没有踏入混元境，又岂会让你这个贱人说这么多废话？好，渡劫境修士是吧？我给你来人。你确定要让这4人配合我炼丹？我倒想看看你今天如何下得来台。姐，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样送上门的要求，我岂有不满足你的道理？我解决完拦路的卡拉米后，去到商会大比，得知苏玉恒联合主持诬陷顾洛清，还让我当场炼制渡劫丹。既然是送上门的材料，那我就不客气了。诸位，请你们到人皇鼎内一叙吧。不，沈炼，你给我住手！嘿嘿。现在还有谁对长生商会能炼出渡劫丹有异议？你现在不打算说点什么？我宣布，此回大比长生商会夺魁。不，我不接受，沈炼，我要杀了你！苏玉恒，你我之间的旧账，今日就好好算一算吧。你的头级好了，呵呵，多亏了沈炼，他不但治好了我的头级，还助我将修为提升了。沈炼，苏玉恒，该算总账了。怎么可能？不食之护几乎能护住你全身每一寸肌肤，唯独肩胛处是弱点。你猜这个秘密我是怎么知道的？你不要得意，今日之仇我不会就这么算了。是七彩圣洛，可以在危急时刻脱身的圣物。也罢，既然你这贱人受伤无法出面，我就可以毫无顾虑把天宇宗剩余的废物全部料理了。这件事的处理，你有什么话要说？苏玉恒诬陷同行，罪行累累，当取消商会资格，公告天下尽知。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也为自己争取了活命的契机。结，你就要离开了，不再多逗留几日。我与你之间的合作已经结束，再留下来也没什么意义。那你要去哪里？与你无关，不过念在彼此之间配合愉快。沈某破例向你说一句，珍重。天宇宗2处地脉被毁，灵气稀薄的根本无法修炼，而且受地气冲击缘故，天宇老主的修为以肉眼可见的下降，如今已经跌至了混元3重。为了避免天宇宗覆灭，他决定举宗迁徙。姐，老逼灯，你以为自己能逃到哪里去吗？沈炼，你居然还敢出现在本座面前，天宇见证！小见证就让你觉得可以目中无人，愚蠢至极。什么？这怎么可能？老逼灯，现在是不是十分不爽？从现在开始，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天宇宗彻底覆灭为止。姐。可恶，苏玉恒呢？他在哪里？给我联系他。是。老祖没法联系上30阶。这个成事不足，办事有余的东西，前方不远就到天渊城了，今日暂时在那落脚吧。是。老逼灯，怎么现在才来？我可是等你很久了。你又想干什么？修真客栈的费用可不低，我自然是替你节省费用，赶紧交出100名弟子给我杀，不然姐。你可恶！我炼制出渡劫丹，苏玉恒当场破防，却被顾洛清打成重伤，使用圣物逃走，而我也可以趁此机会慢慢折磨天宇宗剩下的废物了。沈炼，你个欺师灭祖的叛徒，今日就算是死，我等也要维护宗门颜面。皇师弟说得好，天宇宗中弟子齐心协力，不用害怕沈炼这魔头，我们上。得，无趣，170人的性命换取你们1日生机，明日我还会再来，记得提早选好祭品。姐。可恶的沈炼，竟然威胁整座城池内的修真客栈拒收天宇宗留宿，害得本座只能住进凡人客栈。老祖，凌云宗一向与我天宇宗交好，或许可以让他们为我们留一块栖息之地，休养生息。也好，那明日就启程。老祖，不如喝口茶再走吧。也好，就先歇歇脚，一盏茶后继续赶路。姐，新的一天开始了，你们今日该谁赴死？小二上茶。仙尊，您的茶。这枚灵金足够你开家像样的茶楼，拿着它赶紧离开吧，记住跑快些，别回头。多谢仙尊，小人这就走。今天打算选谁赴死，还是让我亲自来选？我受不了了，跟你拼了！不，我不想死，我不要待在这里。老祖，再这么下去，沈炼一定会把我们全杀光的。
你们老祖若真在乎你们，就在我出手前一刻早就有所行动了。毕竟他可是混元境，就算有伤在身，收拾一个渡劫境还不是手到擒来。你们不要被他蛊惑了，他这是……行了，今天到此为止，明天这个时候记得选出父子人选。结。趁现在赶紧跑！可恶，沈炼，可恶啊！老祖，启禀师尊，天宇宗老祖邪门下弟子在山门外求见。知道了，请他在山门外稍候，本座待会就到。是。弟子林墨凤见过太上长老。你来找我是遇到什么难事？天宇老祖邪门下弟子于山门外等候。你知道他来做什么？已经猜到几分。那你的想法呢？弟子不敢擅作主张，还请太上长老帮我抉择。只要不涉及宗门安危，我不会插手任何事务。这种小事，你完全可以自己拿主意。是，弟子告退。天宇老祖，不知您和诸位道友此番来我凌云宗，是有何贵干？林宗主，最近我天宇宗内发生了些意外，本座想带众弟子暂时能借贵宝的安置一段时日，想来你也不会介意，对吧？天宇老祖，本座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可否能说的稍微详细些？您带这么多弟子来我山门是为了何事？说来话长，总之林宗主，眼下我天宇宗发生了不小的变故，急切想找一处宝地栖身。你凌云宗与我天宇宗彼此之间也算关系不错，所以本座就带弟子来你宗门暂时避一避。也就是说，贵宗弟子目前被人追杀，是想来我凌云宗避难，是这样吗？天宇老壁灯迁移宗门，想筑客栈，让我杀点人；想喝茶，让我杀点人；想逃跑，我再杀点人，直接把天宇老壁灯疯狂气吐血。现在他们逃到了凌云宗，祈求庇护。不错，林宗主，还请你赶紧给我们安排洞府吧。对了，反而被人打伤昏迷不醒，还希望能借贵宗灵脉疗养。另外，希望贵宗能为我们提供一些3品以上的灵药，来恢复损耗的灵气。抱歉，天宇老祖，本座好像没答应要收留你。林宗主，你在跟本座开玩笑对吗？以你凌云宗和我天宇宗的关系，怎么会拒绝这么些小事对吧？抱歉，天宇老祖，凌云宗与贵宗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你想的那般好，可能是本座与贵宗宗主沈初云之间有不浅的交情，才让你们产生了这样的误会。林宗主这话是什么意思？凌云宗是看在沈宗主面子上才与天宇宗有所往来。说句实话，贵宗能做到面不改色、忘恩负义，对宗门有功弟子下死手，即便是魔道主人都没你们这么卑鄙。林宗主，你就算不愿收留我们，也不至于如此恶语相向吧？我天宇宗行事向来光明磊落，怎么会像你说的什么卑鄙？好一个光明磊落！敢问天宇老祖，你们又是怎么针对沈炼的？不，沈炼就是一个孽徒，他知道凡儿的命格不俗，就3番5次想要置他于死地。叶凡可是气运之子，受天道庇佑，是他想害就能害的。据本座所知，天宇宗从3流不到的宗门，全靠沈炼才能跻身东域大宗。而你口中的天道之子叶凡，至今为止本座都不知道他为贵宗做了什么贡献。好像叶凡能在100年内突破化神境，也有沈炼的功劳吧？林宗主，我们与沈炼的关系不是3两句就能说清楚的。总之，看在沈初云份上，请你暂时给我们安置一处栖息之地吧。实在是抱歉，若是沈宗主来求我，本座也会给出3分保面。可是本座与你也无交集，你与沈炼之间的恩怨，凌云宗不想参与，还是请老祖去往其他宗门试试吧。林宗主，你是不是爱慕初云？只要林宗主愿意收留我等，本座就让初云与你成婚，你看如何？天宇老祖，你可能误会了，本座与沈宗主之间属于君子之交，何况本座已有未婚妻。老祖这么说是想要毁本座姻缘不成？姐，吉时已到，准备上路了没有？沈炼，在林宗主面前，你还敢如此放肆？哦，你也要趟着浑水？沈道友，这是你和天宇宗之间的恩怨，凌云宗不会插手。林宗主，你就当真不念丝毫昔日情谊？姐，既然你不愿趟着浑水，那就赶紧离开，不要在这里妨碍我与这位天宇老祖交流。我不打扰，我走了哈。我的修为跌至渡劫巅峰了。今日谁死，决定了没有？沈师兄，求您了，只要你愿意放过我，我什么都愿意做。混账！你居然向这个畜生求饶，给我站起来！你当真为了活命，什么都愿意做？愿意，沈师兄，我什么都愿意。那你只要自废丹海，从此甘心当个凡人，我自然就不会跟你们计较。沈师兄，我按你吩咐做了，可以饶过我了吧？姐，既然你履行了承诺，那我也自当守谢，滚吧。多谢师兄。你们千万不要被沈炼蛊惑了，若是修为废了，你们就是一介凡人了。老壁灯说的对，一旦成为了废人，你们也就只能再活个几十年，再也无法体验这修真世界的波澜壮阔了。沈师兄，我愿意回去修为，从此做一介凡人，求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们这一回吧。姐，既然你们如此有诚意，那我就大发慈悲，都废掉修为，活命去吧。姐，一群可悲的蝼蚁，滚吧！多谢沈师兄。沈师兄，我也知道错了，我也愿意回去当海做一介凡夫俗子来赎罪。其他人可以活，你还有那老壁灯休想活命！我可没忘记你和叶凡是如何折磨羞辱我的。大师兄，我错了，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想撇清你对我做的一切，真是天真。老壁灯，现在我们来个了断吧。老壁灯逃到凌云宗祈求庇护，不料凌云宗主拒收老壁灯，待我到场后，众弟子纷纷下跪向我求饶，我让这群废物自废修为逃命去后，接下来就是我和老壁灯清算的时刻了。沈炼，你真以为我收拾不了你？
一宗老祖竟然就只有这点实力吗？来接我一招吧！大道人皇体，沈炼，我知道错了，求求你放过我吧。结，接下来就是你们7个了，差点把你这废物给忘了。天宇宗已覆灭，当务之急必须快速提升修为才行。此地灵气充盈，是一处修行好地方，但以我现在的状态，在这里修炼至混元巅峰，最快也需要1甲子时间，必须要换个方法。卧龙髓也是元神当年送给南宫离的，那就从你开始吧。沈爷，你又要动身了是吗？恕我直言，沈爷，你这个时候要动身前去找南宫离算账，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我说过，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哈走我的事，你是觉得自己过得太舒坦了？那沈爷，不如我就在这步名山为您修建一处道场，这样你办完事回来也可以有个歇歇的地方，您看如何？无所谓，这种琐事不用问我，自己去安排吧。那界中有3枚渡劫丹，你要自己吞噬也好，拿去做交易也好，你自己拿主意。好的，沈爷，我记下来。这一次，你又打算如何阻止我？天道99世了，我等皆是都奈何不得你，继续斗下去，真怕所有时空都会湮灭，所以我们不要再斗了，和解吧。和解？你们手段用尽都无法让我屈服，现在就开始提和解了？别以为我不知道，天道和系统曾暗中勾结给我下套，只是不屑明说而已。这次你又打算用什么把戏？天道也不是有意针对你，之所以容不下你，是因为与你共生一体的道统，也就是你口中的系统，它是我们天道必须要铲除的目标。直到在上一世，天道才明白，你早就知晓道统的算计。既然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这一世天道没理由继续针对你，甚至可以选择合作。你与系统合作夺我道源，我可是记得一清二楚。现在你告诉我，系统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你不觉得这话自相矛盾吗？天道由大道规则诞生而运转，道统拥有部分大道本源之力，那股本源可以改变我们的意志判定，这股力量天道无法抵抗，若是违反大道规则，天道也会烟消云散。数万年前，他差一点就成功主宰大道，一旦他登顶了大道，3000世界一切生命便再无自生命力可言。只要你答应与天道合作对付道统，我可以给你一些帮助。不必了，我与你之间没什么可谈的。那如果我告诉你，当年你残留的本源之力就在这片大陆呢？我的本源为何我无法感应？因为你神识的五感已陷入自我封锁，自然感应不到。你的本源之力化作4块眼道领域，散落于太古大陆。如果你都能取回，这一世定能超越最顶峰的你。现在要不要考虑一下跟天道合作？取回自己的力量就能节省大量时间，或许还能踏入大道巅峰。说吧，你的条件。你此去异剑阁，想来是为了卧龙髓，请你顺道帮一个人。又是气运之子。是，他叫苏梦瑶，如今身在异剑阁，他的命格本不该如此。若是继续放任不管，他此生必将凄惨无比。那叶凡呢？他不也是气运之子？为什么你不考虑他的状况？他从来都不是气运之子，只是有人暗中篡改了他的命格，骗过了天机阁。想来也只有道统能做到了。可惜我等道力不足以与道统抗衡。帮不帮，得我亲自接触再决定。如果他是跟叶凡一样的废物，那就别怪我辣手摧花了。好，为表达诚意，我先把3件本源下落告诉你：藏神深渊、琉璃玄境、万里龙城。另外，此去异剑阁，记得前往后山，还有份大礼，还有圣域靖王府，有件玉书铁券。这2样东西对你未来修为提升有大用，算是天道这99世针对你所做出的一些补偿。藏神深渊、万里龙城、琉璃玄境，要入这些地区有诸多限制，看来短时间内是不用想了，还是先去异剑阁夺回卧龙髓炼化，提升修为，然后彻底解决前身留下的所有麻烦吧。杀害白剑生的凶手可有找到线索？回禀宗主，未曾查清楚，想来白师兄定是死于那场魔兽暴乱之中。剑生是本座精心培育的弟子，本想予以重用，不想竟是这般下场。对了，天宇宗目前情况如何？叶师弟还有老祖他们还好吗？回禀宗主，天宇宗已经被人灭了，除开宗主沈初元和叶凡下落不明，其余宗主长老、内外弟子连同天宇老祖在内，全部被人所害。苍剑，不可开这样的玩笑。宗主弟子从来不开玩笑，弟子按照宗主吩咐入东荒调查白师兄死因，并顺势探望天宇宗，但等弟子赶到天宇宗时，却发现那里成一片废墟。你说的都是真的？弟子不敢有半个字隐瞒宗主。本座要回一趟东域调查清楚，期间宗门事务交由悠扬君打理。是。祖师姐，山门内的古石不多了，请你下山去云洛城采购一些回来，越快越好。古石不是一向由商户定期送到山门吗？
最近陨落城外出现疫群邪，修伤了不少人命，商户们都不敢再向山门运送古石。眼下宗门内众弟子课业繁忙，实在脱不开身，只能麻烦苏师姐走一趟了。行吧，那我就走一趟。麻烦苏师姐了。韩风，你到底有完没完？为了一个陆青衣，至于吗？住口！现在给你2个选择：第一，跟我回去，在师姐面前跪下磕头认错；第二，我亲自动手砍断你的双手，自己选一个吧。你这是打算残害同门，就不怕宗主知道责罚？一剑阁上下谁不知道宗主一点都不喜欢你？现在的你更是因为窃取陆师姐灵剑被降为杂役弟子。你若识相，就跟我回去和师姐道歉，不要逼我动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想要我的双手，就凭自己本事来取吧。既然如此，那就休怪我出手无情了。气纳丹海，行于六脉，静欲不止，动若雷震。我的手。哼，刚才那人呢？气纳丹海，行意六脉，静欲不止，动若雷震，破剑端骨。我的修为居然提升到聚气2重了，那个人到底是谁？师姐，你回来了。怎么看你的脸色，你好像很失望，巴不得我回不来。师姐怎么能这么想？对了，师姐，你有没有见到韩师弟？让我去云洛城收古石，韩风来给我难堪，都是你安排的吧？不过让你失望了，你的韩师弟现在怕是痛不欲生，你还是想想怎么安慰他吧。你这话什么意思？等你见到韩风后就明白了。异剑阁除开南宫离混元5重，尚有3名不朽境太上长老，副宗主幽阳君混元3重，还是先找到卧龙髓吧。至于那贱人，必须给他一个绝望的死法。异剑阁后山看护并不严密，那就按天道说的，先去看看有什么大礼。丫头，我等你1天了，可算是回来了。前辈，你找我有何事？丫头，你真的不再考虑下吗？惩戒老夫一波，必能让你此生受用不尽啊！前辈，您还是找其他合适的弟子吧。何况在下已有师承，若再拜他人为师，岂不是离经叛道？你不过一介杂役弟子，异剑阁高深的剑诀如何能习得？即便有师承，将来也不是什么高人。只要你拜我为师，我可以让你在3年内成为宗门统领之中首席弟子。前辈，请不要再逼我了，晚辈真的没那心思。不许，这由得了你吗？老夫看上的猎物，又岂能轻易让你逃脱呢？去！鬼邪的气息，先用大道之眼一关。不想堂堂异剑阁内，居然还有这等凶邪之地，以活人练剑。所谓的南域第一宗，也不过是个藏污纳垢之地。先找到那份礼物，再打探卧龙髓下落，然后送南宫离这贱人下地狱。苏梦瑶被下套去收古时，途中遭遇威胁，我送她一套剑招玉笛后，我来到异剑阁后山寻找天道说的礼物。怎么会这样？到底是谁干的？二师姐，你也来了。天宇宗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为何会变成这般模样？二师姐也不知道吗？我是听闻门下弟子来报天宇宗出了大事，这才从南域赶来。二师姐，你也是听到这个消息才赶回来的？我这次回东皇，本是想请老祖还有芬儿参加我与云天成少主的婚礼，不想刚入东皇，便听闻了天宇宗出现变故，这才赶来一看。天宇宗发生这么大的事，东域各宗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先去附近宗门查询线索。二位不必再白跑一趟了。青蓝宗、月影宗以及天津宗3位宗主在魔兽山脉遭遇魔兽围剿，外加天道雷劫，已经陨落了。原来是天机阁的廉贞道友。廉贞道友，你方才所言可是属实？3位宗主竟是这般陨落了。天道雷劫降下，魔兽山脉方圆万里无一生物存活。另外，经过我推演，天宇老祖已经神魂俱丧，不在人世了。除此之外，天下商会解散，苏玉恒在商会大比上身败名裂，并被顾洛清所伤，如今正在药王琉璃谷疗伤。好一个顾洛清，敢与我师姐为敌，我断然不会放过他。巫师妹，冷静些，先把事情搞清楚再行动也不迟。元真道友，顾洛清是得了什么机缘吗？不然你长生商会眼下的实力，怎么可能压制住天下商会？是的，长生商会能忽然翻身，靠的是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沈炼。元真道友，你会不会搞错了？怎么可能会是沈炼？是啊，元真道友，沈炼我们都清楚，他怎么会跟顾洛清一起对付三师妹？千真万确，你们去东域大陆去打探一下，就能得到验证。这并不是什么隐晦的秘密。商会大比上万号人都亲眼见证沈炼将天下商会4名渡劫境修士变成渡劫丹的过程。二师姐，你觉得呢？是不是真的？你们找苏玉恒问下不就清楚了？如今他在药王琉璃谷疗伤，不妨亲去一问。
连真道友，你天机阁能推演天下所有人命格，为什么不推演下？此事是否为沈炼所为？说来也是奇怪，当我得知沈炼的时候，我曾试着推演过，但可惜他的命格根本探不出丝毫来，或许是我道行太浅的缘故吧。我明白了，师妹，我劝你别去找你三师姐了，最好赶紧回一剑阁吧。为什么？我有种很不好的感觉，沈炼可能已经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沈炼，必须要做好防范。二师姐，你这是在害怕吗？还是说对那废物起了恻隐之心？反正你好自为之吧。这张死人脸看着还是那么不舒服，连真道友，我们赶紧动身吧。经过这几日的稳固，渡劫6重修为已经彻底稳固，现在该去寻找卧龙髓了。这种地方居然会有天地根的气息，果然在这，只要炼化此物顺利的话，突破至渡劫巅峰完全不成问题。不过以我现在的修为，炼化万年天地根最快需要3天，这3天时间内不能有被丝毫的打扰。但卧龙髓下落还未探清，蓝宫离还没受到应有惩罚，就这样离开实在不甘心。既然如此，不如找苏梦瑶来为我护法，沈炼的绝技岂能是白送的？杜师姐，我给你送水来了。放那吧。等等，你的修为竟然突破聚气2重了。只是机缘巧合罢了。我在云洛城办事时遇到寒风刁难，要不是遇到贵人相助，习得一招剑法，就算不死也成废人了。是什么人啊？我也不知道，只看到是一条身穿黑白如道袍的身影一闪而过。你刚刚说还习得一招剑法，那寒风最后怎么样？被我砍去一条手臂，想必现在正在跟陆青衣告状呢。梦瑶，你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估计已经去执法堂告你的状了。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早习惯了，大不了把我逐出一剑阁就是了。姐，苏丫头，我又来了，想通了没有？愿不愿意跟老夫练剑？前辈，您怎么来了？当然是来看我的宝贝徒弟，顺便将自己的衣钵传授给你。前辈，晚辈之前已经跟你说的很明白了，我不想跟你修炼，你这又何必苦苦相逼呢？够了，丫头，老夫能看上你，那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几次给你机会你都不识时务，真是给脸不要脸，非要老夫亲自用强才行。给我过来！前辈，你这是要做什么？本想留你身边几年慢慢教导，不过还是直接给你灌顶传功比较快。姐，很快世人即将知道血河剑意到底有多么强悍恐怖。姐，什么狗屁血河剑意，我看就是个笑话。我通过天道给的消息来到异剑阁后山，找到了万年天地根，但是想要炼化需要3天时间，就此离开实在不甘，所以准备找苏梦瑶为我护法。当我赶到时，看到一个老头正要收服苏梦瑶。你是什么人？这人我要了，你滚吧！小子，你敢如此跟老夫说话，老夫捏死你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这就是你自信的本钱吗？简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笑话。很好，那就让我来请教一下阁下的建议吧。姐，老东西，就让你见识下我的建议。这是什么剑法？这到底是什么剑法？草木为剑，风雷为剑，入木所见一切皆可为剑。怎么样？现在你还觉得那小小的血河剑意可以与我相提并论？为什么天下间会有如此完美的剑意？那到底是什么剑？你还没有资格了解，现在杀你还提不起沈炼的兴趣，滚吧，这个人归我了。好小子，老夫记住你了，这件事不会就这样算了。真是废的让人大倒胃口。打闷那日在洛云城帮我的人是你吗？闭嘴！现在你跟我离开吧。去哪？你的问题太多了，我不介意先把你毒哑。前辈，我能不能和杜师姐说几句话？一盏茶。多谢前辈。师妹，你来看我了。三师姐，谁把你伤成这个样子的？是顾洛清那个贱人，还有沈炼。五师妹，你一定不要放过这对狗男女。真的是沈炼，可他不是已经成为废人了吗？这个混蛋不知得了什么机缘，恢复了部分修为，把天宇宗上下还有我的天下商会都给毁了。你说的都是真的？是真的。那日在商会大比上，他徒手把我手底下4位渡劫修士炼化成了渡劫丹。你说什么？徒手炼丹？没错，我可是亲眼所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种徒手炼丹的神通便是古籍记载中的大道炼鼎手。相传这门神通入门极其苛刻，不想沈炼竟然会。你说什么？沈炼会大道炼鼎手？三师姐，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如此重要的消息？
抱歉师妹，这几日我心情不太好，所以才没和你细说。你明明知道我现在正为炼制9转金地丹而犯愁，却不告诉我如此重要的消息，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哎呀，我都说了，我心情不好，这才忘记了自己已经什么都没了。可沐瑶光的药王琉璃谷还在，要是再让他修成这门神通，那今后不是要永远仰望他了？更别说他还在追求灵界少主许少卿，要是真让他追到了，那还会正眼看自己吗？三师姐，你好好养伤，沈炼的事我会关注的。五师妹，现在的沈炼就是一个疯子，你遇到可一定要小心啊。放心吧，我有分寸。老祖不朽近3重都死在沈炼手中，你又怎么可能斗得过他？赶紧让沈炼这疯子也去祸害一剑阁吧。不过我也不能坐以待毙了，必须再找一个依靠才行。若是能比四师妹更快得到许少卿成为少主夫人，到时就可以借助灵界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了。结。现在我再传你一套松月剑法，你要用心去学。多谢前辈赐招。不用急着谢我，我要你守在这里3日，3日之内不准任何人靠近洞府，办不到你直接自尽，或者我亲自动手。请前辈放心，晚辈一定做到。我竟然达到至气巅峰了！从现在开始，好好守着。是。我找苏梦瑶，我有护法。一个老登想捷足先登，我直接一套剑招真实了他。南宫离去到药王琉璃谷寻找真相，而我带着苏梦瑶来到后山，让他为我护法。南宫离眼下不在异剑阁，以这条白眼狼的性格，卧龙髓这种东西，想来也只会告诉给亲近的人，那就把跟他有关的内门弟子一个个找来探查一遍。终于步入炼虚境了。你是何人？为何出现在冰波潭？放肆！废物！奇怪，怎么突然有种不好的感觉？藏风的命魂牌怎么碎了？到底是谁干的？连我南宫离的弟子都敢杀！火速派人去查，务必要调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站住！你是什么人？为何会出现在我异剑阁后山？谁允许你用这样的态度跟我说话？给我下来！道友，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何会出现在此处？你想呼叫废物来救你吗？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那就给你一次机会。道友想问什么？你有见过卧龙髓吗？抱歉，未曾听闻过。副宗主，不好了，轩辕长老的命魂牌也碎了。你说什么？可恶！到底是什么人干的？不行，必须敲响山门鼓钟，通知所有在外弟子，无论在做什么，在钟响3刻内必须全部回宗门固守。通知各大长老，随时准备开启御宗大阵。是。姐，以为这样就能阻挡我了？真是笑话。藏风，你放心，为师绝对不会让你白死，定会将杀害你的凶手找出来为你复仇。幽阳君，宗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藏风和轩辕长老是怎么死的？宗主，你在哪里？我已经敲响异剑鼓钟，已经过了7响，9响过后，护宗大阵便会自行启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居然要启动1000年未动的护宗大阵？一时半会儿很难解释，我有预感，藏风和轩辕长老的死是有一股我们招惹不起的力量介入，我只是为防宗门有变故，这才出此下策。罢了，我马上就能赶回，等我们见了面再详谈。明白了。退下，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沈炼，赌命。哪里来的疯子？异剑阁禁地，未经许可不得靠近，速速退去。我来谈判，给我退后。谈判？我看你是找死。你这是什么意思？这片禁区就是异剑阁地心异火中心位置，是这样吗？那又怎样？非常不凑巧，120多年前，异剑阁的地心异火出现剧烈波动，而平息这场浩劫的人正是我。所以呢，当年是你自己答应处理地心异火失控问题，换取南宫离进入异剑阁，现在再旧事重提又有什么用？我的要求很简单，只要把当年我赠给南宫离的卧龙髓还给我，那我现在就可以离开异剑阁。这是你和南宫离之间的私事，与我又有何干？我这不是在跟你们商议，而是通知你。该庆幸刚才一剑没有直接砍下去，不然异剑阁数万年的基业就要因为你的鲁莽彻底毁于一旦。你到底想说什么？这块璞玉连接我的心脏，只要璞玉碎了，我的心跳也会停止。当年我处理地心异火，意外植入了一缕异火气息，这缕气息是与地心魔合相连。如果我的心脏停止跳动，那么地心异火必定会比100年前爆发的更加剧烈。不单是异剑阁，南域半数疆域亿万生灵也会因此跟我陪葬。这样的场景，想想都觉得让人热血沸腾。小子，休在那里危言耸听，地心异火怎么可能会和你的性命连接一起？那你大可以试一试，只是你敢赌吗？你到底想怎么样？我只要南宫离手中的卧龙髓。此事我必须跟清月商议，再给你答复。一炷香谈不妥，我自尽。我尼玛！
沈烈，你切莫冲动，有事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交出卧龙髓，整个南域无恙，不答应，一面换南域1万生灵陪葬。你莫要冲动，3天后我给你一个满意交代。日落之前见不到卧龙髓，整个南域沦为南荒。你好，日落之前我会给你一个交代。咱们人呢？南宫离人呢？他说很快就回来。有多快？清月长老，你找弟子吗？清月长老为何要打弟子？南宫里，你可知惹下了多大的祸事？当年你逼沈炼去修复地心异火，却没想到沈炼的心脏跟地心异火连接在一起。如今他以整个南域为要挟，逼汝交出卧龙髓。汝说到底惹出了多少祸事？卧龙髓，就为了一个卧龙髓，他就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大？赶紧把卧龙髓交出来，还给沈炼！不，这是他当年送给我的，哪有要回去的道理？孽障，以汝现在的境界，卧龙髓于汝而言并无大用。既然是沈炼所要，那就还回去。我不能还给他，谁的东西我都可以还，唯独沈炼的东西绝对不行，哪怕已经无用了也不行。够了，最后问汝一遍，是吾亲自动手从你尸体上搜出来，还是自己主动叫出来？长老息怒，弟子愿意献上卧龙髓，但弟子必须当面见到沈炼才能交出来。事不宜迟，接我速去见种祭台，汝自己跟沈炼去交代吧。变化完天地根，我来到后山深处，拦路的喽啰死，宗门长老死，吓得副宗主敲响山门谷钟。而我来到后山禁地，用地心异火喷发，威胁太上长老让贱人交出卧龙髓。贱人，我的卧龙髓呢？好，你要卧龙髓是吧？那我就给你。去死吧！杀我，你还没那能力。不好，快撤！结！南宫离，地心异火的余烬足以撕碎不朽境巅峰的防御，你就好好享受我送给你的礼物吧。结！我这是怎么了？我的声音怎么回事？不，我的脸，我的身子，我的头发，不，这不是真的。这几日宗门动用了大量灵药，总算把汝的命救下，但地心异火烧了你的丹海，为了防止你沦为废人，我封住了你的丹海。另外，你的肌肤以宗门的医术很难复原，宗门打算将你送往灵界药王琉璃谷疗伤。你不在这段时间，暂且将宗主位置交给幽阳君吧。这是要将自己抛弃了，离开异剑阁，再想回来那是不可能了。长老，我可是剑帝亲自认可的现任宗主，您不能这么干。那以你现在这副样子，还能继续执掌异剑阁吗？药王琉璃谷的少主穆瑶光与你也算是同门，你去那里疗伤，他定会对你上心。等你什么时候恢复了，什么时候再回来。明天你去古月峰当值一日，若是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可以招揽进我城主府。是，父亲。冰雪宗宗主柳依雪就要和小城主谢晨结为夫妻了，还真是令人羡慕的一对。可不是嘛，他们本就是师徒，如今二人结为道侣，更是喜上加喜。想成亲？呵呵，乖乖到我人皇陵里成亲去吧。对了，城主府招家母的事听说了吗？听说了，只要能3掌逼退谢家少主半步，便可以成为城主府精英。在什么地方？就在古月峰，若是能3掌将谢家少主击退半步，便可直晋升为府主亲卫。古月峰在何处？城内130里处。阁下适合参与王府考验吗？连我一掌都接不住，真是无趣。休得伤害我家少主！瘦子，拿命来！这就是你来阻止我的自信？是。前辈，晚辈到底哪里得罪了您？为何要这般针对晚辈？3年前，你曾和柳依雪那贱人一道羞辱我的场景，忘了吗？对不起，我为当初的行为向您道歉。你不是知道自己错了，只是知道自己要死。打开通话。晨儿，师尊，救我！晨儿，你怎么了？结！柳依雪，再过1天就是你的大婚了。不过有我在，这少夫人你是做不成了，可以考虑当个寡妇。结！是你，沈炼，你想做什么？明日你到古月峰，错过了就再也见不到这废物了。放心，今晚你们谢家上下一个也活不了。我这是在哪儿？我在棺材里。不，来人了，我不要死在这里，不要啊！沈炼，谢晨在哪儿？结，别着急，他现在被我活埋在某个地方，而且能动用的灵力极其有限，再过12个时辰，他就会因为窒息而死了。你把晨儿活埋了？这是你唯一和谢晨联系的方式，时间紧迫，你可要抓紧了。结，12个时辰足够了。这几日卧龙髓已经炼化完成，成败就在此一举了。晨儿，能听到吗？若是听到的话，赶紧回复我一声啊！沈炼，你够狠！晨儿，你在哪里？
师尊，我在这里，我被活埋了，赶紧来救我啊！晨儿，你不要害怕，卫士一定会救你出去。现在我必须确定你的方位，你都跟我说话。若是传音时反应够强烈，我就距离你的位置更近。好的，师尊。利用混沌冲击丹海，激发潜能突破极限。小子，你当真是疯的让人瞠目结舌。有什么手段，只管使出来。够狂！只要你接我3招，便算通过混沌魔考。虚空墙画室。虚空卡天地破。风灵武魂真身，抢谁了？抢谁？接下来该吸纳混沌之力，突破至混元境了。晨儿，我找到了，这就救你出来。这是阴阳阵。